大魔神王，魔族残暴无道，侵我疆土，虐我生灵。如今你众叛亲离，还不束手伏诛？人魔两界数百年征战，才知今日和解局面，为何尔等要将其破坏？和解，不过是你假仁假义，一手遮天的伎俩罢了。哼，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魔族的手段吗？除非你死，否则说什么都是废话。全数丧生于此吗？快闪开！就此收手吧，不要尔等死，简直易如反掌。多说无益，你消失了，天下就太平了。尔等自愿送死，我倒也不便阻人之心。看来得速战速决了，还请二位帮我争取一些时间。说的倒是轻松啊。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谁先倒下吧。趁现在，飞仙一剑。
你这家伙还挺能跑啊！乖乖交出钱来！大爷，饶命啊！我身上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你这胖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想活命的就把钱给交出来！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真的真的没有钱呐！少啰嗦，说，钱在哪里？大爷，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大爷，我自己拿。这是臭鸡蛋，闻着就够臭的。威力还挺大，估计能熏死不少鸟。哎，站住！还想溜？是哪个不长眼的乌龟大王八敢打扰本大爷睡觉？什么味道？熏死本大爷了！这位趴着的，乱丢东西砸了人就装死吗？饶命！不是我丢的，真的不是我丢的。搞什么鬼？你要替这家伙出头吗？吓死老子了！臭小子，你活腻了吗？就凭你们这些烂黄瓜、臭鸡蛋！兄弟们，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吗？救命啊！这位老板，请先放开我好吗？杀！臭小子，吃本大爷一剑！死胖子，还敢偷老子的钱！还来！疼死我！臭小子，看你再怎么躲！赶紧上，不然谁也拿不到银子！打完收工，这位老板可以付赏钱了。大爷，我真的什么？没钱？你刚才2次差点害死本大爷，怎么着也该……等等，绿眼睛。本大爷辛苦了半天，居然碰见了一个雪特人！天杀的！你这雪特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啊？我也不知道。传说中道德沦丧、坑蒙拐骗的人间之蟹雪特人，居然会让本大爷给遇上了。这位英明神武的大爷，你就放过小人吧！真是浪费时间。这臭小子，这胖子是老子先发现的。大爷已经够火的了。算了，算本大爷倒霉，赶紧滚吧。杀人了！哎呀，不是说了放你走了吗？这又是群什么人？快跑！是指甲的人！就凭这点微末道行，也敢来暹罗闹事？这
真是活腻了。干正哥，强盗都跑了。哼，都是些杂碎。暹罗一向不是什么上流的地方，长着狗眼的宵小不少。这次大公子亲自来吩咐大家伙把路上清干净，咱们可不能给大公子丢脸，要让东方家那些眼高于顶的家伙知道我们石家的能耐。那边那个大个子该如何处置啊？杀了。喂，你们也太……还有个雪特人，要不也……看着碍眼，也杀了。敢如此无视本大爷，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吧！大家一起上！哎呀，疼死我了！我看你们才是杂碎。干正哥，点子太硬了，得您亲自出手啊！一群没用的东西。这小子浓眉大眼，样貌似曾相识。小子，你是什么人？有胆报上名来！我是谁，关你屁事！快给本大爷磕头赔罪，不然打得连你妈都不认识你！哼，无名小辈，也敢对我石家无礼！少废话，本大爷现在就一刀劈了你！一刀？看这小子的样貌和手中兵刃，难道是他？本大爷就说一刀劈了你！今天遇到我石家，算你折在这儿了！可恶，得想办法按住这小子的刀！你们给我上！干正哥，点子太硬，我们不是对手啊！石家族规，临阵脱逃者死！你们不要命了吗？快跟本大爷滚开！这是怎么回事？好烫！你们这群烂茄子，快放开本大爷！撑不住了！你们干得很好，放开！小子，受死吧！不知死活之辈！混蛋，不要有内力啊！这可真是……干正哥，刘一刀，你等着，我石家不会放过你的。慢点儿，刘一刀。柳一刀，什么鬼？自上次昏迷之后，每次遇到外来的内力，身体就被巨大的反击力摧残，这样下去，非搭上这条小命不可。还有这刀，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发出火焰？差点害死我！唉，又累又饿，还是先进城里再说吧。没用的东西，连个强盗都打不过，还有脸回来？大公子，
饶命啊！乐斯不知练的什么奇怪内功，害死了我们3个弟兄。罢了，此次前往暹罗任务重大，若下次再临阵退缩，必失一族规。谢谢大公子，谢谢大公子，谢谢大公子。喂，大白熊，我哥去哪了？妮儿姑娘，老大已经出发了。出发？出发去哪里？老大说暹罗最近有笔大买卖，是重振业绩、打响名号的好机会，所以什么？老大说做大事必须知己知彼，所以他先进行侦查工作了。不是说好了一起去侦查的吗？我看他是溜进城里鬼混去了吧。哼，还好我把队里的钱全扣了，我看他拿什么去鬼混。老大说让我们等他的烟花信号，只要一收到信号，大伙就冲进去跟他会合，让咱们再等等。等个鬼！他那3脚猫功夫对付几个小强盗都费劲，只怕过不了几天就被人给打死了。想不到嗜血孤傲的杀人魔竟然也会来暹罗这种蛮荒之地，怎么是仇家太多没地方去了吗？花风流吗？敢正面挑战我，也算有几分骨气。我念你是100年难得用剑奇才，你现在离开还来得及。姓李的，杀兄之仇，我怎么可能不报？这几年，我一直打听你的下落，今日终于让我在暹罗找到你了。兄长的这笔血账，我必要讨回。呀！哇，原来世上还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啊！新鲜的，下次再来啊！都是新鲜的，你等等我。啊，这里啊，天气果然很热。哎，不成，本大爷是来作案的，不是来泡妞的。先打听点消息再说。水果啊，哎，新鲜的，来看看啊！新鲜的水果。看看我们家这个，没见过。家做的，这可是极品啊！老板，这个怎么卖啊？啊，2枚1个，您看看，都是新鲜的。大爷，前面这位大爷，累死我了！大爷，我可算找着您了。找我？我还想找你呢。这次你带了足够的钱来献给本大爷了吗？笑什么笑？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找打呀你！没有，小人只是开心。神经病！抢还这么开心？
虽然被抢了，但是遇到您这么一位仪表端正、一身正气、正气满满、正正当当、正统人和英姿飒然的大英雄，看一下刚摘的水果。小人荣幸。英雄豪杰这等虚名，只是一般凡夫俗子的名号，给您提鞋都不配。像您这样超凡绝俗的人物，应该被称作神仙、老祖宗、北极星、人类之光，这样才够称头。有幸认识您这样的大人物，实在是小人祖上积德千百世修来的无上荣光啊！真的吗？好险，差点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这碗雪特迷魂汤可真是厉害呀！哟，看你油腔滑调的，说起话来还挺实在。说，你一路跟来有何企图？从实招来，否则别怪我这把刀不认人。当然，您的一刀的威名可是大陆闻名的，实在蒙您出手相助，在那些凶徒手下救下小人一命，小人感恩图报，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呀！想必大爷您是头次来暹罗，倘若不嫌弃，就让小人充当个向导，为您引路如何呀？打听情报有个人做向导，会方便很多。加上这雪特马屁精拍的实在过瘾。好吧，就给你这个机会。本大爷肚子饿了，你推荐个地方。是，小弟必将竭诚尽心报答柳大爷您的恩德。什么柳大爷？听好了，本大爷叫兰斯洛。像你这样的大人物行走江湖，是该用些假名的。小人明白。兰斯洛就兰斯洛，什么假名？是小弟糊涂。那么兰斯洛大哥，现在便由小弟给您带路了。等会儿，你叫什么名字？小弟我叫有雪，天地有雪，就是有天有地的地方，就会有我们雪特人的意思。是这个价呢，怎么现在就变了？哇，好大一个宅院啊！大哥，那是鬼屋啊，有鬼的。有鬼？是啊，那座高楼所在是开满梅花的庭院，原属于沈姓家族。后来沈家败落，后人迁移，这花园就荒废了下来。暹罗人传闻其中有厉鬼占据，生人莫近啊，这鬼屋之名也就不胫而走啊。就是这样了。鬼屋？晦气，我可不想再靠近那儿了。喂，我说，大哥，我叫有雪，叫你什么你就应着。我说，这里的人怎么都携带着兵器啊？那些人啊，他们都是为了东方家的婚礼才来的。东方家？这暹罗城啊，就属于风之大陆上7大世家里的遍地真意生豪光，引得红日出东方的东方家。这次传出来的消息，东方家中用一族女将与7大世家的另一家10家联姻。据说10家用上古珍宝随侯珠作为聘礼，随侯珠乃是无价之宝，那其余陪衬的物品想必也是价值连城啊！此消息一传出啊，不少心存不正之人便眼巴巴地赶来了，想要捞点便宜。随侯珠运回东方家总保，暹罗城是必经之地。那运送队伍什么时候经过此地啊？这个啊，好像就是今天吧。正好这次来暹罗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听情报，顺便补充物资。如果还能趁机捞点便宜，也不错。我之前还在奇怪，您这样全大陆知名的人物，为什么会突然跑到暹罗来？原来您一定是对那个新娘感兴趣。胡说什么？你皮又痒了是吧？来了！啊！
看大哥的样子，可能还有所不知啊。家中遭逢我战听人家说前往，这家馆子最近来了位会行至弹琴的大暹罗，美人，因为欠缺路费，只好在此委身卖艺。希望各位爷帮帮忙，替他凑足盘缠。果然没有白来。紫色真是不错。你看这身装啊！好个天仙似的美女啊！哼，是流行的小曲啊，真好听。这位姑娘把曲中意境发挥得淋漓尽致，简直不输当代一流宫廷乐师啊！曲子我听不懂啊，人不错，好听，好听。好琴，好酒。小二，再来一坛。这个醉鬼还在这儿喝呢。我听掌柜说，他已经在这儿喝了1天1夜了。嗨，这种人一看就是老婆跟别人跑了，来这里发泄的。喝这么多酒还没给醉死，厉害啊！这位五姑娘的琴声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早在下山前，我便立志要闯一番事业。后来进了杭州城，来到了红墙下，之后的事情就怎么也记不得了。当我再次有意识时，是躺在了一张特别舒服的大床上，身体不知为什么受了伤，旁边还有一个好美好美的少女。大哥，你醒了？你是谁啊？我是在哪儿啊？我叫苍月草，是稷下一位高官的女儿。前2天游西湖时遇到暴徒调戏，幸亏大哥你冲出来打退了歹徒。但在混乱中，大哥被敲中了脑袋，就此昏迷过去了。哦，这是真的吗？为什么被敲中的是脑袋，心口却隐隐作痛呢？大哥，养好伤后，你有什么打算吗？我打算要像风之大陆上有名的侠盗团团长苏洛一样，做一个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大侠。哇，听起来好酷！我相信以大哥的天分，一定能成为大陆1等1的大侠。是吗？当然。完蛋了，这千金小姐怕是喜欢上我了。虽然她人很好，又能了解我的心事与烦忧，可是闯荡江湖行踪不定，有时被人追杀，更是朝不保夕。像她这样出身娇贵的千金小姐，怎能适应刀口舔血的日子？再见吧，贵小姐，本大爷要开始招兵买马，闯荡江湖了。接下来的日子，我根据那半卷奇怪卷轴的记载，从杭州城千里迢迢地前往自由都市去寻找宝藏。之后，在洞窟里遇到了妮儿。再后来，我与妮儿联手组创了40侠盗，开始了闯荡江湖的生涯。本以为与苍月草再也不会有所交集，但不管我到哪，苍月草似乎总会找到我。大哥最近练功不要太心急嘛，可以去西南方向走走，散散心嘛。西南方向，暹罗啊？听说暹罗城最近有桩大买卖，吸引了不少人呢。石家今日不过是迎亲，也有这等声势。等到婚礼当天，
那场面还不知道会怎么盛大。送个礼需要这么豪华气派啊？要说豪华气派，石家那可远比不上同为7大世家的麦地奇家呀。好家伙，石家和东方家怎么联姻起来了？这批红货可扎手得很啊！石家可是7大世家中出了名的穷凶极恶，据说石家靠卖迷幻药发家致富，这数十年来可祸害了不少百姓呢。这批紫衣人竟然就是无恶不作的石家人，想必都是些不好惹的人呀。说不定东方家也暗中设置了护卫，贸然出手的话，这2大世家联手护航，谁要敢碰这批货，那就是嫌命长啊！哎，我们这次算是白来了。等会儿你想办法在这里制造混乱，我们就兵分2路，到时候城外的废屋集合，明白吗？可是大哥，我看场面不太对呀，可能很危险呐。废话，富贵险中求，你这雪特人就是因为畏畏缩缩的，才会一辈子只有血没有钱。但是大哥，您真的确定要这么硬来吗？嘿，本大爷一向不轻易收小弟的，现在时间紧迫才拉你入伙。好，大哥，您在烦恼如何制造骚动，又不用自己打头阵吗？小弟倒有一计，嘿嘿，就怕您不喜欢。哦，还有这等好事啊！不过大哥要先戴上这面罩，并且承诺不会怪我，我才敢说。哎呀，答应你了，有话快说。这方法就是柳一刀。各位，悬赏8000金币的重犯柳一刀在此啊！各路都在这里，把他擒下来啊！这雪特胖子，你是要唱哪一出啊？果然是他，大家一起上！抓住他！本大爷不是想被柳一刀啊！别让他跑了！对，快上！这怎么回事啊？抓住柳一刀！那么多赏金，抓住他！快抓住他！大家一起上！头好晕，抓住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天杀的雪特胖子！柳一刀被我下了迷药，大伙儿一起上呀！别跑！站住！哪里来的野小子，竟敢拦我东方家的路？那个新婚快乐！别让柳一刀跑了！你在那儿呢！别跑！原来是采花贼一刀啊！竟敢挑上我东方家的花轿，今天要你留下命来！该死的，为什么又要拼内力呀？谁这么不长眼？这把刀是有一刀，拦住他！我真是冤家路窄呀！我说过，我石家不会放过你的。
大爷好苦，还有那个天杀的雪特胖子，下次见面，我非宰了你不可！刘一刀，我看你这次还能耍什么花样？若不是本大爷中了迷药，就凭你们这些烂黄瓜臭鸡蛋，能接住老夫一掌，区毛贼，算你有能耐。我快喘不过气儿！兄弟们，先退下，保护聘礼要紧。家主，家主不好了，新娘被人劫跑了。什么？酒楼里竟然还有如此高手！小翠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新娘，小翠她被一个灰衣男子劫走了。人呢？这见鬼的内功真是害死人了，每次发作都搞得像炸药一样。是吧？没事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什么东方家高手，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还不是一样被我弹了回去。快点追！有一刀好像往这边跑了。拼了！跑到鬼屋里去了。罢了，便宜这小子了。这东方玄虎的烈焰掌都能逼回去，这么厉害，跟着他说不定能捞更多的好处，还是先助他脱身吧。嘿嘿，嘿。英雄饶命！小翠，我来救你了！废物！嘿嘿。什么东西啊！哎呀，这怎么回事？臭死了，臭！快走，快走，快走！什么呀？
什么鬼地方？我不会是到了阴曹地府了吧？哎，奇怪，身上的伤怎么好了？我不会是真的死了吧？谁在那儿？是人是鬼啊？这阴曹地府也未免太寒酸了点吧？奇怪，为什么死了还这么冷？公子，你没事吧？你是仙女吗？这里是仙境吗？这里是沈家梅院。沈家梅院是英雄豪杰死后要来的地方吗？等等，沈什么？梅花？大哥，那是鬼屋，有鬼的。啊！鬼啊！时间已经很晚了呀，明明约好在这儿会面，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呢？莫非……哎呀，刘老大呀，刘老大，你怎么这般英年早逝，遗产也不给我留一点啊？照我说，给你老大烧点纸哀悼下好了。哎，这主意不错，我就是这么想的。想你个大头鬼啊！你这个可恶的雪特胖子，胆子不小，暗算我后还敢在这里等我。嗯，这声音是，是刘老大，你现在是人是鬼啊？鬼你个臭鸡蛋烂黄瓜！本大爷才刚刚遇到鬼，信不信我让你也变成鬼啊？刘老大，你没事就好，你知不知道小弟有多么的担心你呀？最后再说一遍，本大爷不姓柳，你别把我当做那个什么柳一刀。你不就是柳一刀吗？柳一刀是什么东西啊？让我替他各种背锅。他是我大舅子吗？事实胜于雄辩呀！柳一刀的基卜画像前2天就从鸡下已经放出来了，无论是神态还是长相，都跟您一模一样。你说这天底下哪里会有这么像的人吗？什么？我忘了，老大你吩咐过我，不可以直接叫您柳一刀。你现在的名字是来……老大言而无信。当初你亲口答应，不管我采取什么行动，都不怪我的。我答应不怪你，没答应不砍你。老大，我方烟雾弹断后，虽然悔悟的晚，可也是有功劳的啊。而且你杀了我，就没人帮你打听情报了。呸！谁知道你会不会再出卖老子第2次？老大息怒，那时小弟财迷心窍，才会做出这等丑事。哪知您神勇盖世，神功无敌。
所以我决心追随您这样的大英雄，建功立业呀！白白被这雪特胖子卖了一次，就这么一刀宰了他，是不是我有点太亏了？好吧，暂时就留你一命，让你戴罪立功。小弟一定尽心尽力追随老大左右。倘若再让本大爷知道一丁点你要背叛我的意思，方才暹罗城长街一战，老大英明神武，睿智不凡，实在是天生的舵手，人类的太阳，小弟怎敢？废话少说。本大爷在外面被群殴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酒楼里面趁机捞点什么？搞是搞到了，不过怎么了？老大，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啊？本大爷今天倒霉透了，也不差这一个了。说坏消息吧。老大，你可不可以先听好消息啊？哪儿那么多废话？先听就先听。说你到底带什么东西来了？就是那个了。你这雪特胖子还是挺厉害的嘛，竟然带了一个大美人回来。老大，还有一个坏消息呢。老大，你先听完我的坏消息啊。没事儿，你给本大爷带回这个无价之宝来，就算有天大的坏消息，我也不会追究的。那我就说了，这个五姑娘，其实这个五姑娘她其实是个男的。没事儿，每个人都会有点小缺陷，本大爷不也不在意你是个雪特人吗？男人要胸怀天下。男的？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是说这个美女是个男的？男的？男的？两位好，感谢两位英雄大恩大德，救我脱离火坑，不必再做那卖场的勾当。小弟给二位磕头了。你这是欺骗！还请英雄不要报官，在下本是酒店的住客，预定下月前往中土，怎料暹罗的飞贼实在太厉害，将在下的旅费洗劫一空。那酒店的老板见在下无钱付账，就逼迫在下男扮女装卖艺还债。若不是祖上积德，蒙两位大侠相救，还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脱离这祸坑。刚才你没听明白，我和我老大不是大侠，而是大贼。特别是我老大柳一刀，那可是轰动鸡下的大阴贼啊！说了多少次了，我不是柳一刀，我叫……对了，你刚才听仔细了，我老大现在为了保密现在叫兰斯洛，听明白了吗？明白了，不管何人逼问，在下都不会泄露兰斯洛老大就是柳一刀的。对了，老大，咱们今天也挺失败的，不如大家卷土重来，好好的干笔大生意。这样的话，招揽帮手是不可避免的。我瞧这小子也还能挑能扛，必要时当个肉盾。老大，咱们就收留他吧。哎呦，开玩笑，我是要作案，我不是开收留所的。多个你就已经够累赘的了，还要加这个娘娘腔，你真以为我钱多呀？当肉盾，你除了吃什么都不会，我第一个就拿你去当挡箭牌。要如果可以呀，通通都来啊！还有没有人来？最后一个名额，多了就不要啦！哎呀，柳兄不愧是柳兄，我躲得这么好，还是被你发现了。一刀，几个月不见，你比上次更精神了啊！来到暹罗也不找我，也太见外了。
我只是随便好好，没想到真的也有人啊！你又是谁啊？老大，他是今日酒楼中的那个醉鬼啊！太过分了吧，一刀，连老朋友也装作不认识。我真的跟那个柳一刀如此相像吗？在下深受两位救命大恩，没齿难忘。无论是柳一刀还是蓝思洛，请给在下这个机会追随左右。娘娘腔兄弟啊，不，小五兄弟，你高姓大名？承蒙老大不弃，小弟贱名元五郎。从今而后，愿追随老大左右。我叫花次郎，是一刀的多年老友，还请这位老兄多多指教啊。我叫天地有雪，花兄也请多多指教啊。既然他们都认为本大爷是柳一刀，不如将计就计，拉他们3个入伙，在暹罗也算有个帮手。只是多多指教胖子，以后还是得小心他再次叛变。娘娘腔兄弟看起来是个可靠的人，但弱不禁风的模样，实在成不了战力。这家伙既然自称柳一刀的多年好友，说不定武功了得。不过他不会是为了砍柳一刀的头而来的吧？一刀，我俩可是多年好友，你来暹罗发财，我一定替你两肋插刀，你又何必如此提防我呢？哎呀，我不是……算了，花兄弟，既然你也想入伙，那就在这2位兄弟面前露一手吧。一刀，你这么说，感情是想考教老友的功夫了？好啊，甭客气，有什么厉害功夫全用出来，老朋友让你当沙包练练。好啊，老朋友，你不用剑，受了伤可别怪别人。当然，行走江湖全凭手上功夫，要是凭那些3脚猫功夫，丢人现眼，那岂能怪得了旁人呢？这2个人真的是多年老友吗？话说的这么客套，但面上满是挑衅之意，毫无对朋友说话的和气。看刀！哇，老大真是神功盖世啊！放个屁都能占出这么大的坑啊！混蛋，这是真气！这花兄弟竟然能把我体内乱窜的真气转移到地上，真是不简单。不过这人应该是没有什么敌意。那个花老二啊，你没受伤吧？看来你的武功果然有所长进嘛。一刀，你可真厉害，想对兄弟卖弄本事，也不必这么大排场了。这么大坑，要是不小心把自己埋进去，可就糟了。老子现在就想把你埋进坑里，填上土，撒泡尿。大家薛耗大半晚，现在天都快亮了，不如一起进城吃点早餐吧。对呀，老大，你都被追了1天了，也应该补充一下体能了。2位兄弟所言极是，我说一刀，不如我们这次就到此为止吧。既然大家都饿了，那就进城吃个早餐吧。来呀，客官，刚出锅的包子，热乎的。老板娘，五姑娘被人给……不必理会，有些人想要走，我们是留不住的，由他去吧。暹罗这次将会有一番风雨，牵连甚广，我们青楼只需旁观即可，明白了吗？是，小的明白。快看来，快看喽！老大，你放心，我已经把全城通缉你的告示全都撕下来了。只要不碰到石家那群人，我们就是安全的。呸呸呸！快闭上你的乌鸦嘴！喂，花兄弟，既然大家都饿了，不如就近找家小酒馆吃得了。不行，小酒馆不合我口味，
还是昨天那样的酒楼才能让我一醉方休。本大爷昨天在那家酒楼可被雪特胖子害惨了，还去那家？你故意的吧？你这个烂酒鬼，能喝醉不就行了？还那么多臭毛病。要是那么没胆子，直接学老鼠打斗，开城逃溜就行了。还想做什么大事？喂，本大爷可不是怕事啊，只不过万一有什么意外，还要带着你们几个逃命，那本大爷岂不是自找麻烦？谁是麻烦，还说不定呢。花兄弟，你不跟我们一起吃吗？我可不想和叽叽喳喳的猴子一起吃饭，我还是上2楼雅座吧。小二，再加点菜。姓花的你，大家好像没钱吃饭啊。这顿我做东，别客气啊。嘚瑟什么？老大，你也别生气了。我听江湖上的奇人异事，往往都是脾气古怪的。花兄弟这样不算稀奇。要不是老大认识花兄弟，看他那副拽样，我还以为他是花家那把风流名剑呢。风流名剑？老大，你不晓得吗？7大宗门里花家的后起新秀啊。谁啊？风流名剑花风流啊。听说他用剑造诣极高，他兄长死于绝世高手李煜手中。花风流为了报仇，四处追寻李煜决斗，惨败后侥幸留得性命，凭此名动江湖。靠打输来成名，那花次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哎，老大，这你可就说错了。如果花兄弟真是花风流的话，那他可是近10年里剑仙李煜手下唯一的活口啊，当然轰动了。剑仙？哪个家伙这么嚣张？取这种绰号，不怕整日被人追杀吗？嚣张是当然了。听说他曾3闯中土王城，于千百高手环伺下轻取仇人的首级，剑视天下，是近年来大陆第一风云人物。啊，不会吧，这么拽？大哥，要讲起绝世剑仙李煜，那小弟我又可以好好的捞一票了。各位街坊兄弟叔伯请了，小弟来到贵宝地，盘缠不足，今天斗胆为各位说一段故事，希望大家不吝赏赐啊。好，说得好，小爷打赏。这雪特胖子又要搞什么名堂？左手腕，右手食，像了个叮当来说辞。别的段子今日不消说，就说这个老爷们老难疼说难疼，斗难疼。金莲宫殿好辉煌，可偏偏就生了个李后王。老德国破有家亡啊！哈哈。嘚儿飘，嘚儿飘，嘚儿一嘚儿飘，嘚儿嘚隆咚一咚飘啊！嘿，说李郎铁胆好儿郎，英姿不凡身健我爽，秦淮河畔为名扬。赢得绿帽乌龟大王八爷。好有意思。说起这李煜呀，本是大陆上一个小国南唐国的第1皇子，天生便是用剑的天才。后来拜入白鹿洞门下，蒙宗师岳贤者陆游赏识，亲收为徒。一成后未逢敌手，可谓年少得志，不可一世乎。咱的南唐老国主为了抬高儿子的名气，决定在传位前举办比武招亲。招亲的一方则是号称南唐第1的大美人，也就是李煜相恋已久的情人。招亲一经发布，虽有不少青年贵族慕艳名而来，可谁料想啊，大陆上第1王国中土的3王子也在其中，结果被李煜一脚踢下擂台，祸根便由此种下了。那后来怎么样了？
得罪王室，其罪可诛啊！在婚礼举行的前日，自白鹿洞的师兄突然到来，与李煜大醉一场。待到我们的李大公子再度醒来之时，怎料已被废掉了武功，手脚筋脉全被挑断了，沦为了阶下囚。与此同时，中土的军队同时攻破城门，南唐国就此灭亡了。唉，真是乐极生悲呀！同门师兄弟如此相残，白鹿洞可真让人刮目相看呐。那李煜后来怎么样了？这李煜啊，江湖传闻李煜在狱中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中土还赐了杯毒酒，要置他于死地呢。那美人呢？不是还有个美人吗？据说这个美人啊，为了替李煜求情，主动献身给了中土三王子，进了别人家的后宫啊。唉，难怪叫做乌龟大王八呢，死了还戴绿帽。李小子真是死不瞑目啊！如果就这么死了，那倒是干干净净，中土鸿福齐天呢。怎么还没死呢？哎，非但没死，2年后啊，李大公子重出江湖，还把祖传的青莲剑歌练得出神入化呀！一出山便立刻杀入中土王城，欲要击杀三王子。正当李煜打算一剑刺破三王子胸膛之时，却不知为何突然罢手，反而与赶来救驾的破穷骑士团展开了一场恶战。破穷骑士团可以说是当世最强的武力集团，中土王国的精英之所在呀。李煜他单身孤剑，不但不逃走，反而力战4大军团长，剑挑破穷骑士团，杀得中土风云变色，天仇地惨呐！就连皇宫正殿的匾额也被斩为2段啊！后来4大军团长人人带伤，在场的破穷骑士也无人全身而退。至于李煜，也是奄奄一息。可是纵使伤成这样，竟没一个人能拦得住他。能在其包围下逃出升天，已是千难万难，更遑论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什么？这么嚣张？中土是没能人了吗？啊，就这样结束了吗？当然没有，皇城里惊天动地的一战，中土可谓是心惊胆寒啊！在此之后，中土广邀大陆各地高手，联合7大家族，在秦淮河畔处截住了李煜，展开了一场血战。这一战可以说是惊天动地，震古烁今。李煜独挑7大宗门率领的3000余人的各路高手，然而这李大公子单凭一己之力，杀得其他家族那是鬼哭神嚎，日月无光啊！据说此战过后，秦淮河水为之飘红3月呢。这么厉害，那这家伙岂不是大陆上第1的通缉犯？当年的确是的，不过现在大哥你也水涨船高，绝对有挑战他记录的实力啊。那后来呢？就算李煜是第1剑仙，也不可能毫发无损吧？没错，按照中土军部估计，我们李大公子受此重伤，就算不死，也得再蛰伏数年养伤啊！谁知，就当众人以为李煜仍在养伤时，他却穿过层层障碍，再次来到中都。这一次，他虽未再与人动手，但所见过他的人都只能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深不可测。不过呀，这次李煜的做法略有不同。什么不同？以他那么高的武功，这次不会把整个中土皇宫都拆了吧？唉，这次发生的事属实跌破所有人的眼镜啊，为时叫人难以理解。李煜他与中土握手言和了啊？
如此神剑，如此血仇，居然能够握手言和。奇怪了，李煜为什么会和中土谈和呢？有人说，他是为了保南唐国的遗民，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土请了国师陆游出关，这才逼得李大公子不得不和谈。李煜他武功再高，到底也不能和经历九州大战的越贤者陆游相提并论呐。姑且不论形势，李煜的武功、胆识、狂傲，真是傲视天下。若是有朝一日能像他这般，凭借一人之力，让天下为之撼动，这样才算是大丈夫、大事业。这些年来，每次说到李煜的故事，堂下都是这般好声难绝。有人评价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也有人说他卑鄙无耻，是一个不要脸的懦夫。世事如迷，天难道，终有道人在后头啊！看来要评定此事，要由后人来盖棺定论了。各位客官，今回到此散场，明日请早。多谢捧场，多谢捧场啊！多谢捧场。小五啊，早知道就派你上去帮忙弹琴，说不定赚得更多。这么危险的事我可不敢。我以前瞧人说李煜的故事，能这么和平收场的可不多呢。啊？什么意思啊？莫非有听众听不高兴，掀了桌子？李煜见识天下，固然是声名显赫，但是连年血战，得罪的人也不少。他的仇家既不敢找他，也找不到他。怨愤所激，常在听到他名字时大发脾气，多谢捧场，个性糟一点的，多谢，甚至杀说书人出气。所以我说，多谢捧场，多谢捧场。多谢捧场，多谢捧场。诸位爷，捧个场呗。石家做归，谈论贼人李煜者，就地正法。暹罗乃是自由都市，你们石家人的家规怎能管到此处？你们石家人为何如此不讲道理？完了完了，怎么又是石家人？这李煜也跟石家有仇吗？石家家主石崇是中土第一军团长，李煜杀入皇城时，一剑打碎了石崇半条背椎，落了个半身不遂。石家人当然恨透了李煜。大人啊！跑啊！老大，你们两位没有啊？救命啊！你这死血的胖子，现在正是避免暴露身份的时刻，你竟然还把敌人引过来！好小子，胆敢阻挠大爷办事，你是什么人？你们这帮石头混蛋，听好了。我们家老大就是威震大陆通缉榜响当当的大人物，蓝斯洛大爷是也。幸好白师爷有聪明的时候，又说出柳一刀的名号，今天就别想脱身了。蓝斯洛，什么狗屁东西！别跟他们废话了，把他和那个雪特混球一起宰了。男的宰了，女的留下来。你们这些烂黄瓜臭鸡蛋，本大爷也就不跟你们客气了。你这小子得罪我们石家人什么下场，你知道吗？哎呀，你们这些石头家的就只有这一句台词吗？这家伙的内功有点像干真哥提到过的淫贼柳一刀的邪门功夫。臭小子，你等着！别走，你们每个人先让本大爷砍2刀。
天杀的敢偷袭本大爷！哼，有一套啊！我这12七步断魂，阁下连退4步，还能挥刀斩蛇，确实体魄过人呢。七公子好！老大呀，老大，这下我们可惨了！这人可是石家13太保之一的七公子石存和呀！就是你这个阴阳怪气的，放毒蛇咬我是吗？本大爷要把你砍得像蛇一样滑溜！想不到这小子内力竟然如此深厚，我的12剧毒无比，没我解药，他应该连根手指也举不起来才对啊！老九，你怎么现在才来呀？九公子好！坏人打！对的，老九，你看看这坏人把我们的人都打成什么样了！坏人打！臭小子，看你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就让你死个明白。我们家老九呢，早就练成了10家绝学大力金刚身，就算你有把削铁如泥的怪刀，也伤不了他半根汗毛的。这些家伙，我与本大爷称兄道弟，除了事就当缩头乌龟，都巴望着本大爷死吗？九弟，给他留口气儿，我要吸光他内力，再去喂我的蛇。本来还以为会有场好戏看，想不到都是一群废物。不过这小子斗志不错呀，念在我和你也算相识一场，等哪天心情不好，摔碎几块石头替你报仇。元武郎吗？能无声无息地来到我身后，这娘娘腔果然不简单。你老大都快被人掐死了，你不去替他报仇，到这儿做什么？花二哥真爱开玩笑，小弟武功低微，当然是上来搬救兵了。您武艺高强，刘老大又是您多年旧友，您看到老友奄奄一息，为何只是在楼上饮酒作乐呢？哼，戏演得不错呀。你武功低微，那昨天东方家和石家就不会闹得手忙脚乱了。我不知道你对那个废物有何企图，如果你想要他不死的话，还是自己出手吧。花兄弟哪儿的话，小弟最是胆小，见不得鲜血。可花兄弟就不同了，凭着您这当代名剑的威名，底下的人听了还不知难而退吗？你在胡说些什么？你是近年来李煜剑下唯一的胜者，名剑称号当之无愧呀。哎呀，时间紧迫，兰斯洛老大快撑不住了。花兄弟，不如我们打个赌，倘若我侥幸赢了，你就出手帮头，解围如何？哼，我为何要跟你打赌？
因为传说中的花风流是一位留恋赌坊、酷爱刺激的人。我现在猜中3件你心中所想之事，如果我猜错了，我这颗脑袋送给花兄当球体；倘若猜对，你就负责保护兰斯洛老大周全，如何？我倒也好奇，你能猜到什么？别挣扎了，乖乖做我蛇儿的美餐吧。是花儿哥，花儿哥来救我们了，我们有救了！是坏人！何人敢阻碍我石家行事？花兄弟，我该做的事已经都做到了，现在让石家见识你神剑的厉害吧。第一件事，你一定在想，向来横行霸道的石家，为何要与东方家联姻？这次的联姻只是表面，石家真正的目的是要与东方家合作，开发新型兵器。所以趁这次的婚礼来订约。哼，笑话！谁知道你是不是信口胡诌？时间自会证明一切。您若是不相信，大可和我一样，冒险夜夜去偷听啊。再者，花兄想的第2件事，想必也是您故意接近兰斯洛老大的原因，是想打探出小弟我的出身吧？哼，那我不妨直说，昨天长街混战，你表面在酒馆弹琴，却暗中趁机发了2招，帮助那个乡巴佬跟想要抢亲的那小子。哦，若不是你发的这招隔空剑指打乱了东方家与石家的护卫，场面也不会失去控制。哎呀，花兄说的绘声绘色，倒像是真的。小弟我不胜惶恐啊！绕指柔红乃是西王母族的绝学，还要继续演戏吗？你到底是什么人？跟陆游老儿是什么关系？你怎么会使出只有那老东西才会的招式？这可得问我的师傅了。我呢，只管学，我上哪儿去知道师傅教的到底是什么？你师傅？你想说你师傅是越贤者陆游吗？陆游9大弟子中，能同时兼修2门绝技而有成者，当世没有几人，我岂会不知？哪有白鹿洞门人兼学西王母族武学，又会教出你这等鬼徒弟的？唉，我说了你又不相信。花兄弟年纪轻轻就如此多疑，这可不是好习惯哦。哎呀啊！现在时间紧迫，就不说了。您想的第3件事，且慢。既然你不想老实交代，那这第3件事，我要你猜猜看，我心里正在想着什么事。瞧你横眉冷目，杀气腾腾，你正在想，若此时出剑，能不能在小弟身上连刺18个窟窿？这次猜对了，去找阎王头彩图吧。猜错猜对都是杀。花兄弟，你做事好没原则啊！尊家何人？胆敢阻碍我石家行事？石家很了不起吗？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一群废物。你们要杀这乡巴佬，我才懒得多管。既然尊驾无意与我石家为敌，还请速速离去，以免伤及无辜。哼！要是这么轻易放你走，
岂不如我石家威名？想按算我？说吧，你想怎么死？老九，快救我！想不到花兄弟的功夫这么厉害，花兄弟小心！找你提醒。好厉害！这就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吗？舞伴花开，尽化尘埃，狂花明剑花风流，果然名不虚传。哼，石家的金刚阵脉波倒是没大陆上传的凶狠毒辣呀。这人好大的气派！哎呀，老大，此人正是石家13太保之首，掌握石家重权的石存周。咱们这次要脱身，可真的不容易了。大哥，您不是去东风家做客了吗？老七，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大哥，我们本来与老五商量好在这里会合，结果老五又不知道疯到哪儿去了。我弟呢？哥，大哥，您来的正好，要不咱们3兄弟联手把这姓花的给宰了吧？丢的人还不够吗？别忘了，我们来仙罗的目的是什么？花兄的剑法，在下领教了。你我俱非凡夫，不必介怀这小小恩怨，未免死伤，就此罢斗如何？哼，随意了。我已经放你们一条生路，你们却还要搞如此卑鄙的手段！这么烟浓，咱们赶紧走。那花兄弟呢？花兄弟本领高强，不用担心他。走。我的刀还没。老大，这都什么时候了，逃命要紧呐！花兄弟，蓝斯洛老大就先拜托你了。想知道陆游的秘密，就带着他来老地方见我。枪，惹了事儿就想跑，给我站住！村替，村替，你在哪儿？卑鄙小人，留下命来！是有血吗？想不到你这血特胖子还挺仗义。头好疼，哥在哪儿？说坏人死，疼痛不等于。
是那画风流的招式，只有他能破老九的大力气更甚。画风流，是死是将，要你血债血偿！真是个废物，除了体重一无是处。老大毒伤还未解禁，我只有刚才趁乱从石家那里拿来的解药。哦，好的。小五，你什么时候？你先快把解药给老大喂下，我要跟花兄去外面单独聊聊。喂，娘娘腔，刚刚那一场我认栽了，你有没有胆子再跟我赌一场？哦，倘若花兄弟你不怕再输一次的话，我是很乐意给你翻本的机会的。哼，我打赌1刻之后你就是死尸一条，你信吗？哼，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呢，原来是这么小家子气的赌约啊！玩起来也没意思，要玩就玩大的。不过，就怕花兄弟你玩不起。哼，你不必用激将法。这世上我不敢玩的东西还真是不多。我的赌约非常简单，3个月，请你代我保护兰斯洛老大。受伤嘛，倒是无所谓，只要别让他断气，就算你赢。若是兰斯洛老大落败身死，自然便是在下赢了。哼，一个猴子，值得你下这么大的功夫吗？况且，我没有理由答应你。你一定会答应的。倘若我侥幸赢了，那么我想请花兄弟为我做一件不违背侠义良心的事。倘若花兄弟赢了，我就告诉你白鹿洞后山禁地那7道门的开法。花二哥，以为如何呢？好痛！这是哪里啊？石头家那群人呢？你没事可真是太好了，这里是城外废屋啊，石头家的人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这儿的。我是怎么来的这里啊？是花四郎救了我吗？先前多亏花兄弟及时相救，又把老大你背到这里，我们才能放心啊。他把我背到这里，难怪我找不到你们。原来你们丢下本大爷跑了是吗？绝对没有，我跟小五只是提前来到这个藏身之地，而且小五还偷到了解药，老大现在才能安然无恙啊。是吗？唉，想不到花次郎原来是这么有名的人物。瞧他的样子，好像早已知道本大爷不是刘一刀，那他为何要故意冒认呢？话说那个娘娘腔也有问题，在酒楼里看他与花次郎的表情，显然花次郎是被他算计了一道。这个人有勇有谋，是个大不简单的人物，他又为什么要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来接近本大爷呢？拜托，你别再对本大爷这么猥琐的笑。难道本大爷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使得这几个人图谋不轨？嘿嘿，不管怎么样，先要想办法扭转现在不利的局势才行。不如将计就计，要让这3个家伙知道，兰斯洛大爷的便宜绝不是这么好占的。完了，老大是不是中毒太深，脑袋已经坏掉了？好，我赌了，娘娘腔，你的确有几分本事。不过你可当心，若你再耍小聪明，我的下一剑会结结实实地刺进你胸口。
说不定到时候花兄弟已经给仇家重重围困，没有机会拔剑了呢。大家都在啊。老大，您没事了？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不妙的局势里。石头家的人可能随时会找上来，一不小心，我们很可能有生命危险。什么危险？你这废物早该没命了。本着江湖儿女情深意长，同时也为了促进彼此团结，本人有一项全新提议。老大，你这是打算做什么？各位，我们对天立誓，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如何？你说老大这是什么意思啊？老大是不是以为这是某种游戏？只要结拜，忠诚度就永远不会下降啊？我原来小时候在山上听某人说，在大陆上结义是象征着一群男人之间因什么什么誓约而祸福相依，生死与共，永不离弃。难道我们之间的友情还不够结拜的吗？老大的提议非常英明，小弟举双手赞成。好啊，那就结拜吧。能与大家结为兄弟，五郎觉得非常荣幸呢。这种低等游戏，恕花某不奉陪了。很好，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我们现在就结拜吧。古有英雄壮士断腕，今日我蓝丝洛则效仿古人。手很重要。本来呢，血是要留多一点，以表心迹。不过，我体谅大家最近身体比较虚，滴一滴以表心意，这样就可以了。老大说的极是，我们重在情义，行事倒不必拘谨。好，那我们就开始宣誓吧。我蓝丝洛从今日起，愿与诸位兄弟同甘共苦，祸福相依。如有违誓，叫我日后不得善终。我元五郎从今日起，愿与诸位兄弟同甘共苦，福祸相依。如有违誓，叫我日后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小五，你说的真好，快把你刚才用的小阴针也借我用一下。老大，有雪兄弟想借您的宝刀一用。好说，接好啊！我天地有雪，从今日起愿与诸位兄弟同甘共苦，祸福相依。如有违誓，叫我日后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粉身碎骨，挫骨扬灰，五连红顶，男盗女娼，一门营裂，断子绝孙，上刀山下油锅。哇，不会吧，有雪贤弟，你竟然发了这么多毒誓，还流了这么多血，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啊！各位还真是拜得一场好兄弟。2000年前金兰结义的三贤者，看到眼前此景，也会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啊。花兄弟自称是蓝丝洛老大的多年旧友，却在酒楼对蓝丝洛老大那般态度，莫非花兄与他人之间友谊只是形同虚设，如同废纸一般的存在？切！花某受3位豪情感召，虽然不才，但也想效仿一二。我花次郎从今日起，愿意与诸位兄弟同甘共苦，祸福相依。如为此事，情愿日后万雷轰顶，万箭穿心，万曲钻脑，万蚁食身，万毒侵体。哇，花兄弟，你表明心迹也不必这么急切吧？你的做法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果然是患难兄弟啊！你们花兄弟果然是性情中人啊。不过既然花兄已经宣誓歃血，那便是要与大家结为兄弟的意思了。你给我等着！既然大家那么有心，我非常欣慰。现在决定一下排行吧。我今年刚刚20，大家呢？小弟今年18，非常年轻，还请诸位兄长多多指教。哼，你也算18，那我岂不是也该是18了？是啊，
我和花二哥都很年轻。哎呀，真羡慕大家都这么年轻啊！我今年你想比老大还大吗？你知不知道雪特人的棺材尺寸是多大呀？8岁，小弟今年8岁，各位兄长请了。看来结果自然是兰斯洛老大是大哥了。承蒙3位贤弟抬爱，承蒙抬爱。那么花二哥就是二哥，叫顺口了吧？小五呢就是三哥，5和3听着就很有学问，请多指教。那么小弟自然就是老4了。好，既然如此，干杯！愿我们的情谊天长地久。干杯！愿我等之誓言超越姓名与身份而永存。干杯！愿我等有福同享。中土历566年3月8日，这个以暹罗4结义之名广为后世所知的誓约正式缔结，同甘共苦，祸福相依。当时4人都对彼此的诚信全然没有信心，更有人在饮下血酒后立刻将之吐入忘却之井，发誓此生再不想起。然而出乎当事人意料的，这个誓约被紧紧维系，直至最终。好累哦，要读完这本书，看来还真的不能操之过急。女王陛下，二殿下已在殿前等候多时了，让他进来吧。二哥，参见亲爱的女王陛下，你二哥这厢有礼了。老妹，你脸色不好啊，翻译的差事有麻烦了。天魔经毕竟是魔族至宝，全以魔咒写成。时至今日，这本下半卷我只译出2成，进展缓慢啊。除了历任大魔神王的正统继承者，普天之下也就只有你能破译这本书了。好了，先不说这些了。拜托二哥你做的事情进展如何了？差不多了。在你到暹罗的这段时间，国民上下都以为你进了七星塔做驻岛呢。不会有人知道女王陛下开小差偷溜的。另外呢，这次出巡的护卫人选已经决定了，请二哥把魏素永从西西科加岛上调回来吧。喂，老妹，这样不好吧？魏素永可是我记下镇守西西科加岛的首席大神官呢，而且镇守边防重地。正是因为他很厉害，所以才选来做我的贴身护卫嘛。没有别人可用了吗？不许反驳，二哥，你别忘了，柳一刀的案子还没结呢。算了算了，随你便吧。不过，你到底准备到暹罗做什么呀？我听说武炼的石家和自由都市的东方家最近要联姻，同为7大宗门的白家也该去观摩观摩啊。些许小事，何劳女王陛下亲临呢？其实呢，也是想去看看《天魔经》上半卷的持有人有没有让人满意的进展啊。大木瓜，大木瓜，小木瓜。喂，有雪，有雪，快起来！大哥，有什么事儿啊？我这趟来暹罗，原本是刺探情报，准备干一票大的，结果现在
玉运堡李队错过，又莫名其妙被石头家的人追杀，现在又要准备跑路，想起来自己真是一事无成，很不甘心啊！我说大哥，也不用太感慨，十字世家势力雄吧，大陆上谁不得忌惮再三？咱们几个人应付不了，也没什么丢人的呀。那就这样两手空空走了？你让我这做大哥的感觉很没面子啊！大哥，你的意思是？不如趁着现在月黑风高夜，咱们再去石头家府上看看有什么机会，如何？啊，大哥，你这样会被观众老爷吐槽三观不正的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本大爷这叫劫富济贫，石头家平日作恶多端，就是需要我这样的人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嘛。可是现在外面风头这么紧，大街上到处都是通缉您跟花二哥的石家人。哎呀，正因为这样，石头家的后院才会疏于防范嘛。啊，那我去叫醒二哥三哥，大家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更何况他们二人武功高强嘛。你什么意思啊？你认为本大爷这个做大哥的，难道比不上他俩吗？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大哥您武功盖世，神勇无敌，所向披靡啊！只不过叫上二哥三哥更为保险嘛。废话少说，就咱们两个，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做人的小弟真可怜啊！老大睡屋里，我们只能睡在树上，真是天差地别的待遇。花二哥，兰斯洛老大他们出去逛街了，我现在也要出去走一走，你要不要一起来啊？哼，不一起去也没关系，可千万别又偷偷跟来，口是心非，这样可不好哦。你想去哪儿？睡得气闷，随便上街溜达溜达。难道说花二哥不喜欢逛街吗？哼，你不是应该喊我暗中保护那只猴子吗？怎么，现在又不用担心他的死活了？今晚嘛，不必了。兰斯洛老大吉人自有天相。这石家人果然靠卖迷幻药赚了不少钱。趁现在没什么人，本大爷终于要……喂，有雪，你搞什么鬼？大哥，二哥说的没错，你确实该减减肥了。少啰嗦，你快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把护卫引开。大哥，我们可以声东击西，您朝后院扔把火，让他们忙于救火，咱们好趁机溜进去。石头家的人卖迷幻药，害了不少百姓，正好一把火把他们连窝端了。你这血的胖子，还说本大爷三观不正，你出的点子也很坏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在嘀咕什么？本大爷准备点火了，你看着周围点儿。七公子，这抢亲的小子嘴可真硬，咱家的刑法都快用光了，他也不肯说半个字。这小子武功低微，胆子可不小，居然敢当众劫花轿。那日花轿旁尽是东方家的高手，他竟然抢得了新娘，全身而退，肯定还有同伙在旁边助他。在他没有说出同伙来历前，不能让他咽气。是，小的知道了。七公子，兄弟们其实还有一事觉得蹊跷。哼，你们是不是觉得东方家突然通知咱们不必把聘礼送去东方总堡，又要咱们待在暹罗等联络？
是不是觉得这次联姻行动不对劲啊？是啊，这次联姻，大公子是何等身份，那东方家却只以区一名族女出嫁，现在又对咱们爱答不理，岂不是太小看了咱们7大宗门里，东方家是出了名的孤僻封闭，除了生意之外，绝不与外来往。咱们提出联姻，若非东方家这几年生意一落千丈，需要我们石家的财力支持，东方玄虎那老狐狸，甭说是族女，连条母狗他都不会放出来。也就是说，咱们与东方家联姻不过是利益结合，只要谈得妥，管他娶的是谁。没错，要不是咱们刚刚捉回了那对私奔的狗男女，东方家的嘴脸还要更猖狂呢。胆小鬼，这就害怕了。所以说你们雪特人只有血没有钱。哎呀，你不要瞎晃了，一会儿闹出动静，咱俩都要完蛋。大哥，火把没有灭掉。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公子，来小店饮杯花茶再走啊！小生对花茶过敏，就此别过。哎，这位帅哥，我给2位唱支小曲儿听好不好啊？在下还有要事在身，改天再来聆听佳音。就你这脸蛋儿，出来跑江湖真是浪费啊！花二哥过奖了。娘娘腔，你逛街怎么逛到别人家来了？因为我信奉着四海一家的崇高理想。就我来说，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屏障都是不必要的拘束。哦，你每次入室做贼之前，都对自己说这种话吗？花二哥言重了，这可不是做贼，小弟只是想在没有受到东方家邀请的情况下进去参观一下。哼，我瞧你武功不错，干脆直接破门杀进去，一显身手。花二哥说笑了，我又不是李煜，这样冲进去只有变成肉酱的份，还是偷偷溜过去为妙。这娘娘腔的身法真是诡异，这样的身法简直闻所未闻，难怪这娘娘腔之前能在我的剑下毫发无损。我说你们这群家伙打听情报就只会靠偷听的吗？村中失职，令弟这次为人所杀，我东方家深感遗憾，还请世侄节哀顺变呢。东方世伯，吾弟毕竟是在东方家地盘上死于非命，还望世伯能给予协助，封闭城门，让我们能尽快找到凶手。老夫听闻那花风流不过是狂生一名，十字世家乃当世之雄，以贵派的人力物力，要擒杀此人，应该是轻而易举呀。花风流那厮剑法不凡，与他一起行动的那几个人也非泛泛，我方大举围捕，要杀他们自然不难，但就怕在此之前被他们逃出城去，以后想找他们就得多费手脚，因此还请东方世伯协助。世侄的心情，老夫完全理解，只是封城一事兹事体大，老夫需要一段时间考虑，还望见谅啊。你这老家伙，不要不识抬举！我家大公子来到这儿跟你好生商量，你不要不知好歹。师尊中，
滚好你的狗！欺我东方家无人吗？东方世伯，我等这次为结亲而来，对东方世家岂敢不敬？只是我方有心示好，也希望贵派能表现出相应的诚意，万勿凡事刁难。刁难？你们石家来我暹罗才不过2天，城里就已经被你们搅得乌烟瘴气。传闻你们石子世家行事一向就是厚颜不成便是武力相向，今日所见，果真名不虚传呐！联姻是我们2家的大事，贵派族女逃婚，我石家全力协助将人寻回。为此，我9弟还命丧贼人之手。既然协助搜索贼人之事，贵派多有不便，那么小侄还请东方世伯尽快完成交易，好让我早日跟义父有个交代。哼，什么交易，老夫全然不知。你，世伯您不会忘了吧？1个半月前，我们家主与您飞鸽传信，希望通过联姻的方式来购买贵派珍藏的武器设计图纸，这才让小侄携带大批款项充当聘礼，前往暹罗商谈合作，否则怎会有今日这桩婚事呢？世侄有所不知，本来与贵派的合作计划已初步拟定，那些武器设计图也整理齐备，但不知为何两派合作的消息外泄，其他宗族的首脑们纷纷发来密信，希望 B 派终止这次合作。哼，东方家这几年衰落成什么样子？我们大家族好心与你们东方家联姻，你这老东西先是满口答应，现在被其他宗族反对，就想着取消合作。你们东方家还真是会做生意。哼，说到底，我们东方家近几10年是以经商为业，必须和各大宗派维持友好关系，绝不能因为一项计划而敢犯众怒。老夫也很无奈，所以这次合作就此作罢吧。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我们石家人终会讨回应有的公道。村中世侄，你稍安勿躁，事情会演变成这样，老夫也甚是遗憾。所以老夫决定把联姻改成比武招亲，贵派武功天下第一，赢了比武招亲，这合作也就顺理成章继续下去。传令下去，我东方家10日后广邀大陆豪杰举行比武招亲。可怜啊，这位石大公子真的是受人愚弄了。你是人是鬼啊？我是人呐！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去！本大爷现在忙着呢，没空跟你这家伙解释。谁？好小子，竟然还敢自己送上门来！花老二，揍他！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追！老母，你们去追贼人，在这里傻笑做什么？一个花风流就把你老七吓成这样，我看老七你还是别练那些邪门歪道，多练练胆子吧。你，有意思。站住！别跑！卢雪，人是我和花老二杀的，他们主要追的目标是我，由我把人引开，你趁机去找老二和老三，知道吗？大哥，您真是义薄云天，盖世豪侠，小弟对您真是……这话等到你搬到救兵再说吧。好。大哥，这个臭鸡蛋你先拿着，危急时刻可以用来保命啊！小弟先走一步了啊！站住！那边站住，别跑！神经病，听你就是乌龟大王吧？小子，你是逃不掉的。反正呢，这几天已经习惯被人包围了，本大爷就把你们全给宰了，为民除害。臭小子，死到临头了还敢卖狂，乖乖成为我12的美餐吧！
老五，你这是又想做什么？老七，你们一群人打一个人，叫外人看见会说我们石家闲话的。老五，你知不知道这小子就是那柳一刀，也是杀害老九的凶手之一？我管他是谁，本大爷来暹罗潜伏1个月了，已经好久没有舒展筋骨了。今天好不容易有个运动的机会，老七，我可不想让人打扰了雅兴。老五，我可要活的。走吧。好了，闲杂人等都走光了，就让我石存信来领教一下你的功夫吧。切，一会儿你可别后悔。怎么这前6集天天让人追着跑啊？死胖子，你给我站住！你怎么玩蛇腿子追我？难道大哥已经死翘翘了？怎么办？刚才最后一颗出气弹已经给大哥了。怎么死胖子变成一个女人了？如果我大哥在场，一定会说等会儿打得连你们妈都不认识。不过呢，我只是个小姑娘，所以如果不请各位在此歇息一番的话，那么很多人就要伤脑筋呢。小妞儿，别妨碍大爷们干事。慢着，好重的杀气！大家放心，今天有神职人员在场为大家吟唱葬魂曲，诸位还是挺幸运的呢。所以还请大家在此休息一下吧。哎呀呀，好厉害啊！能操控压元功的力道，只晕不杀，不愧是我镇守西西客家岛上的首席大神官呢。喂，别总是这么一副扑克脸嘛！我们现在可是在旅行，虽然说晚了一点，不过总算在一切开场之前赶到暹罗啦。对了，不知道我大哥那边战况如何了呢？喂，不会吧？这样就结束了吗？本大爷热身还没完呢。开玩笑，本大爷可以陪你打上一整天，这才有意思啊！这块烂石头是什么鬼？跟那个傻大个一样硬也就算了，为什么我的内力反弹还对他不管用？你身上的味道，真像个猴子。你这块烂石头才像猴子！喂喂，柳什么道？你再不拿出真功夫来，会没命的哦！本大爷叫烦死我！既然你不想拿出真功夫跟本大爷打，那我只好请你去死了！
本以为能打败老九的会是多么厉害的高手，真是让人扫兴。唉，啊，差点忘了，老七说要活的。你这一招我很喜欢。你只管烂石头，废话可真多。打完收工。为了以防你这臭猴子还有逃跑的力气，还是把你双脚也折断吧。你这猴子，打不过就耍小伎俩，还算不算男人？可恶，本大爷就要这样死了吗？好不甘心。这里是……你是？你来了，与吾签订契约的少年。啊！这就是杀死老九的招式吗？有意思。这才有意思。喂，你这臭猴子还是不是男人？竟然跑了！想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本大爷奉陪到底！大哥可真是不让人省心啊！剩下的就交给风华姐姐了。后面那条石家的疯狗怎么办？放心，就凭他的脑子，走不出我的幻术的。大哥出事了，怎么会这样？哎呀，我看老大这次糟糕了，二哥、三哥，快去搭救吧！没多大本事，又不知死活的到处乱逛，有什么下场都是活该。不知道确切的位置，随便乱跑也是没用的。而且，就算我们现在赶过去，战斗只怕早已经结束了。那就没什么多说的了。看看老大有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大伙分一分，就此各奔东西吧。哎，等等，我可不是那个意思。说不定兰斯洛老大已经被生擒回石家，我们倒不妨去看看。
被捉回石头家跟死了有什么区别？我看那个玩蛇的家伙乔老大的眼神好猥琐呀！哎呦喂，这可不妙啊！采花者恒被采之，刘老大的报应临头喽。所以我们要快点去救人。但是救人这样危险的任务，那可不是普通人能办得成的。麻烦事情别找我。花二哥，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哼，你想让我一个人杀进史家去救人吗？我可不做超过花风流能力范围的事。经历了这几天的变故，现在史家一定也很乱。只要二哥打起精神，救人不会太难的。哼，大哥要是有事，我们都得同年同月同日死。二哥当初发了那么毒的誓，万一应验了，那真是不堪设想。睡个觉都快被你们吵死了，算我倒霉。我替你们去尽尽人事，你们就准备在这同年同月同日死吧。三哥，二哥一个人去行不行啊？不必担心，花二哥要是不成，咱们再多100个人也是狼入虎口啊。更何况老大和我们这些贱命不一样，身边最不缺的就是贵人与美人，傻子才替他担心呢。不多废话，快点拿出你偷藏的鸡腿和酒，我快饿死了。这你都知道？那我们就化悲愤为力量，多吃一些，等着他们凯旋归来。这位公子，您身上的伤好些了吗？如果痛得厉害，那就按住腋下2寸第4骨节处，会舒服一些的。哎，胸口果然不疼了。哎，奇怪，我的手臂不是被那石头家的疯子给折断了吗？怎么会？姑娘，我的手臂是你治好的吗？想不到你还会医术。我不靠近，不靠近。你别吓成那个样，我也应该不算是坏人。唉，上次在这梅园里受伤，想必也是这位姑娘出手相救。起初以为她是个女鬼，吓得我撒腿就跑。现在想想，我都还没有跟她说声谢谢。对不起，我明白你没有恶意，可是我听见外人的声音就不习惯，所以……留什么呢？你快出来！糟了，那疯子追过来了！再打上3百回合啊！躲起来算什么男子汉？姑娘，等会儿你在这里躲好，千万别出来。谢谢。外面的人是坏人吗？对，不仅是坏人，还是个脑子有病的疯子。你在这里藏好，千万别出来啊！臭猴子，别以为自己跑得掉。本大爷从小在山里跟狼长大，早就闻出你身上的臭味了。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姑娘，你怎么了？你是？鬼啊！你是人是鬼？我现在这样，应该不算人吧？你变成这样有多久了？我不记得了。自从来到这片梅院以后，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了。姑娘，你已经变成这样了，那就节哀顺变，去你该去的地方吧。除非有人帮忙，不然我没
没办法离开这里。不会吧？他是想要找个替死鬼才能离开这里？你虽然救过我2次，还治好了我的手臂，但是你也不能让我当替死鬼。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您脱臼的左臂是自己愈合的，真是失礼，一直还没有请教公子您的姓名。还说不是找我当替死鬼，本大爷才不会上当。你也太不懂礼貌了，凡是问别人姓名之前，倒要先自报家门才对，这是最基本的礼数，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哦，对不起，我叫风华，失礼的地方，请您千万不要见怪。对不起，这里的药材不够，我只能做一些紧急救护，没办法帮您止疼。您的体格很好，只要善加调养，过个几天就没事了。不过，您可别再添新的伤口了。看他温柔体贴的样子，倒也不像是厉鬼啊。女鬼姑娘，你说话总是很小心翼翼的样子，难道你很怕我吗？对不起，您是第一个和我说话的陌生人，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生前不是，你以前从来没和陌生人说过话吗？你老爹管你可真严啊。我没有爹，管教我的都是女性。你指的是你的娘和其他亲人？对不起，我没有娘亲，也没有其他亲人。那你应该很孤独吧，像我小时候一样。孤独是什么感觉？孤独的感觉就是姑娘，你的眼睛……算了，人和鬼的世界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姑娘，天也亮了，阳光照着不好吧？要不要先躲起来？谢谢，我平时居住在后院的井里，如果您的伤口复发，请您……好了，我会回来找你的，鬼才会来找你呢。对不起，到现在我还没请教您的姓名。我叫柳，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西花大侠柳一刀。姑娘，我先撤了啊！哎呀，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天刚亮，还可以再睡个回笼觉。花二哥，来啊，你也过来喝几杯啊！花二哥，你真了不起！那石头家的人多势众，你竟然能从他们手底下把大哥抢回来，做兄弟的太佩服你了。你们2个在这逍遥快活，让我一个人出去卖命。人救回来了，你们看看有没有缺手缺脚吧。本大爷回来啦！你们怎么了？干嘛一副见了鬼的样子？怎么了？又有什么不对吗？大哥，您在这里，那麻袋里的是？花二哥，您在外头冒险犯难的，我们是知道的。不过，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这位小兄弟是谁啊？幸亏我这儿还有点金疮药，这小兄弟的命算是保住了。顺利的话，半年之后可以完全康复。话说，这小子有点眼熟啊。大哥，
这是前几天从酒楼里抢亲的那个小白脸啊！当时您在外面被群殴。你说谁被群殴？当时你一个人单挑江湖各路好汉时，这小子趁机从酒楼冲出去劫了花轿。不过，这小子有本事劫花轿，怎么又会被石头家的人抓住呢？哼，就他那本事还去抢亲，还不是被石家抓回去打得半死不活，也是废物一个。先不说这个了，你们看，这是我今早进城买早餐时发现的。族女东方翠，年方20岁，温婉贤淑，才貌俱佳，自定于中土566年。东方家不是跟石头家联姻的吗？怎么又改成比武招亲了？不过，倒的确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啊！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把那批嫁妆全部弄到手。看来不用多久，暹罗城就会暗涛汹涌了。花二哥，我想和你单独聊聊，请借一步说话吧。大哥，你看，两个大男人总喜欢说亲密的悄悄话，这似乎……小翠，大哥，这小子醒了。小翠，你在哪儿？这小子说什么呢？他好像在说什么小费。哎呦，这小子定是平日里烟花柳巷去多了，都被打成这样了，还不忘记要给小费，果然是个风流种啊！哎呀，去！人家说的是小翠。昨晚从玩蛇的那儿偷听到，好像是这小子跟东方家的新娘打算一起私奔的。哎呀，这小翠姑娘私奔不成，还要被迫比武招亲，真是一对苦命的情侣啊。对了，我们可以捧这小子去参加比武招亲，正好可以帮他成亲，我们又能分到东方家的聘礼，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呀！大哥，咱们不是都打算离开暹罗了吗？再说，就算参加比武招亲，就凭您的功夫，恐怕……本大爷正式宣布，我们不走了。有话快说，我可没耐心听。不，你还是闭上嘴好了。你这混蛋所说的每一句话里，都藏着无数阴谋诡计。哦，想不到名满大陆的花二哥也会这么说。我可以将这当作是你怕了我的证据吗？哼，其实我是想与你开诚布公的。有话直说吧，你这娘娘腔，这次又想怎么利用我？哼，花二哥说笑了，我只是想就暹罗城这次事端谈一谈。昨晚的偷听，我们至少知道了一件事。这桩联姻的真相是石家与东方家用武器设计图交易，缔结同盟。可这件事本身很可疑。哼，有什么可疑的？石家这些年靠贩卖迷幻药趁势崛起，如今在大陆上的风头已是如日中天。为何石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家道中落的东方家来进行结盟呢？再者，双方这样大张旗鼓的结盟，必然会引起各大势力的高度关注。依我看，东方玄虎这个老狐狸，利用石家做了一次免费的宣传罢了。只可怜石大公子当了这场联姻的冤大头啊！如果把新娘换作是货物，联姻变成比武招亲，待价而沽的意义不变，只是买主变多了而已。东方家从头到尾都不会吃亏，这应该就是东方玄虎打的如意算盘。五弟、七弟，想必你们都已知道昨晚发生之事。东方老贼背信弃义，单方面解除婚约，信上要我们不计手段赢得比武招亲。比武？太好了，老大，我正愁着没地方活动筋骨呢。老五，大哥说话时不要插嘴，提醒过你多少次了？大哥放心，就算比武招亲，以咱们的实力取胜，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这次比武招亲，其他几大宗族暂且不论，
麦迪奇家作为我们石家的敌对势力，一定会来搅局的。嘿，那太好了，我正好想见识一下麦迪奇家的紫电弓。老五，你可别光知道玩，又把敌人放跑了。昨天是那小子耍赖，不然本大爷我早就少耍滑头了。要不是你放走敌人，老九的仇早就已经报了。哼，你昨天连个胖子都没抓住，还好意思说本大爷？够了！存地之事，等到比武招亲之后再说吧。这次为了确保比武获胜，老五、老七，我们3人全部参加，正好借此机会让世人知道，挡我石家者，杀无赦。现在7大家族的首脑都已明白联姻背后的含义，让石家失去了唯一买主的优势，货物变成有能者得之，那么招亲就是筛选买家的最好过程。只是石家与东方家结盟，仅仅是为了研发新武器而如此大费周章。哼，分析的不错呀。你既然说要开诚布公，那就先把你自己扮演的角色解释一下吧。哼，没问题。这枚白银印戒，想必花二哥应该认得。落英银印，你是麦迪奇家的人？哼，正是。家主序列物公子对宿敌石家的一举一动都很重视。我受命于公子爷，与青楼联盟接洽情报，负责处理此次事端。以序列物那小子的精明头脑，能招揽到元武郎这样的，倒也不足为奇。其实跟花二哥坦诚这些，是想请你助小弟一臂之力。哼，我有什么理由要帮你？你与公子爷本是旧识，凭着你们双方的情谊，相信你对麦迪奇家没有恶感。哼，相反，石家近年来的作为，以你的个性，相信反感已久。何不趁此之便，助我方一臂之力，让石家栽个大跟头？序列物应该告诉过你，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想搅黄两家的结盟是你的自由，休想把我拉进来。哼，又要走了吗？难道说遇事逃避已经变成你的习惯了吗？捉弄的话，劝你以后不要再说，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没有说错。你把所有人都称作废物，可是只懂得从这个醉乡逃到那个醉乡的你，和你口中的废物又有什么不同呢？才不过是打输1、2次而已。周姑娘，脸好痛，竟然被他的剑气扫中，幸好我凭着9药急速躲开了。啊，怎会？不是手扫过，是根本没避开。这一剑，如果不是看在序列物的面子，绝对会砍断你白嫩嫩的脖子。要是挑上不该挑的对象，比起一般人，你们更承担不起失败的后果。不管深陷在什么计算里，他都能凭实力强行破局，不愧是号称天下英杰的人物。不过，如果在这里放弃，那才真是满盘皆输。花二哥，还要纠缠吗？你这娘娘腔胆子倒是不小。这一场是我准备不及，输的不服，还请二哥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真以为自己有实力接我一剑？如果就这么认输，我哪还有脸见公子爷啊？那不如死在这里好了。我掷出这枚印戒，花二哥向我发一剑，若是我接不下，以后我绝对不会再纠缠你。想清楚再说，不然这次你的轻功再快，都救不了命。无妨，小弟不闪不避，只要稍有闪避，便算我输。此电功，序列物居然让你修炼辟世七神诀，你以为修炼了麦迪奇家的辟世七神诀就能接住我这一剑？没实际交手，一切都未成定论。麦迪奇家的人都是最好的赌徒。好，
冲着七神诀，只要你能接我一剑不死，那我就如你所愿，帮你对付石家。这小子想干什么？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不。阿雷，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花儿哥，您出了一剑，我不死不伤，没离开过原地一步，蒙您赏脸，这次让我扳回了一局。你好卑鄙！哼，我武功不及您，又很爱惜生命，当然只有耍小聪明的份儿了。哼，算你走了狗运。总算过了这关。哎呦，有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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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醒醒！脸好痛，身体也好痛，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万马从身上奔腾过一样啊？哦，刚才好像是打雷了，正好在你所站的位置爆炸了。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这准是你平常总是做一些缺德的事情。刚才是什么声音啊？这里是什么地方？总之，这里不是阴曹地府。你小子运气不错，先在这里把伤养好吧。恩公在上，请受小人花若红一拜。哎，别拜，再乱动的话，伤口万一破裂，到时候你就真的需要人祭拜了。话说，那些石家的人为什么把你打成这样啊？我这次来仙罗，是为了我的未婚妻小翠。小翠，就是东方家这次要出嫁的族女吗？我跟小翠从小青梅竹马，本应该在今年成亲，谁知她却被东方家族认作族女，要强行嫁给石家。我虽然武功不济，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落入虎口，所以才拼了命去抢亲。结果，花兄弟，只是伤势发作，让他休息一会儿吧。哎，我有个想法，横竖东方家现在都改办招亲，我们干脆捧这小子参加，得胜之后新娘归他，嫁妆归我们，既心安理得，又成全一桩美事。大家以为如何呀？捧他，大哥，你别忘了我们现在自身都难保，拿什么去帮他呀？大哥的意见很好啊，我倒是觉得大有可为呢。还是老三善解人意啊。只是我看这位小兄弟垂头丧志的，别说求亲了，就连求生的意志都大有问题，怎么带他去参加比武招亲啊？直接跟他明讲啊，只要他答应，事成之后嫁妆归我们，我们四兄弟就协助他赢得比赛，娶回新娘。不妥，这样一来，东方家会立刻把这新女婿踢出门去，到时候就人财两空了。而且，我们跟他非亲非故，他未必相信我们。更何况，假如让他知道您的身份，单凭柳一刀的大名，一定吓得掉头就跑，什么都不用谈了。这倒是。那该怎么办呢？
小弟这边倒是有个计划，虽然有点危险，但既可以让我们抢到嫁妆，又可以让这位小兄弟娶到美娇娘，东方家又不会来找他追究责任，可谓是三全其美。只不过我需要3位兄弟配合。这个计划听起来还是蛮可行的。我反对，怎么出风头的都是你们，我就要当跟班，这不符合兄弟平起平坐的原则吗？我也反对。为什么我要鬼鬼祟祟的去冒充那家伙？其实我也很担心这一点啊。虽然他与您同样师出白鹿洞，但论能力、论江湖地位、艺术修养，他的确非您所能及。既然二哥反对，我想还是取消算了。等等，你说江湖地位、武功修为，这我不计较。可是论艺术修养，我不服气。他除了几首字写的比我漂亮，比诗词、比文章、比剑术，我绝不肯认输。既然花二哥这样说，那么他的角色可就全权交给您了。不然，我们2个角色对调，二哥意向如何？免谈，我可不当娘娘腔。我也不勉强二哥。总之，就劳烦二哥待会儿在一边旁观。不过，要是冒充其他人这种事情，实在不合您的心意，那您的戏份就自动删除吧。小兄弟，你醒了。原来是恩公啊！我还以为到地府了呢。小兄弟，我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东方家刚刚发出文告，举行招亲。只要你在擂台上击败众人，就能风风光光的娶回你的小情人了。真的吗？可是，别垂头丧气了。我们首领听说了你的遭遇，深受感动，决定无条件帮助你，与你的小情人重聚。我感谢各位恩人的好意，但此事太过困难，实在不敢劳烦诸位。你小子果然心地善良，不想连累旁人。不过呢，你若知道我们是什么来头，就不会这么说了。听说过什么是圣殿中的白夜吗？难道是传说中的在自由都市行下无数义举的英雄白夜四骑士？我听说白夜四骑士所在之处，黑夜的苦难就永远不会降临。小人有眼无珠，不知几位恩人是……说出来不怕吓坏你啊！哎呀，马上到我上场了，冒充大侠还挺紧张的。朗朗乾坤，万里无云。天空突然一声炸雷，他就闪亮登场。他骑着白色3尾妖狐坐骑，一手提枪，一手按宝刀，从绿荫大道疾驰而过，元气一片尘土，引来路边美女含情张望。他就是白夜四骑士的亲戚儿苏洛。小兄弟，本大爷就是轻骑士苏洛，无论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呢，则是苏洛大人的仆从。这次我们前来暹罗，发现石家行动可疑，特此潜入查探，并且发现你的遭遇。如果我们袖手旁观，那怎么配称为白夜四骑士呢？如果只有东方家，那也还好。但如今7大宗族全都参与进来，自由都市又怎么可能为了我这种小人物而得罪7大宗族呢？嘿，我说你这人，普天之下哪有你这等软弱男人，连争取自己所爱之人的勇气都没有。哎呀，接下来登场的是银骑士王。
莫说你的未婚妻被人抢走，就是跟着你，这辈子也算是完了。不瞒各位，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是个很倒霉的人，不管做什么，怎么努力，最后都会搞砸。文不成，武不就，都已经这么大了，自己的人生还是一败涂地。这次拦截花轿是我赌上自己勇气的亡命之举，虽然侥幸成功了，但最后还是落得这个下场。各位恩人的救命之恩，我很感激。但是我想，上天已经告诉我，一切命该如此。哼，推脱之词。如果你真有那个心，就算到最后关头，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对小翠绝对是真心的，所以我们才一起约定，在婚礼那天自尽。就算人在两地，还能共赴黄泉。至于去赢得比武，根本没有可能的事，为什么还要自取其辱呢？谁说没可能？你连死都不怕，难道就不能像个男子汉一样再去争取一次？我武功低微，又人单势孤，7大宗族中任何一个小人物，我都打不过，又有什么资格去争取呢？为什么没资格？你爱你的未婚妻，她也爱你，这就比什么资格都正当。人生之事，只要有心，纵到绝处也能逢生。只要你敢去争取，谁说没有希望？不会吧？平时冷漠倨傲的花老二，今天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这么有力的陈言，也未免太有做戏的天分了吧？请问恩人究竟是谁？凭我王佑君3个字，足够吗？这个出场方式太帅了吧！我怎么没想到呢？没错，这位便是武练王字世家的一流高手，越贤者陆游的7徒之一，拥有一手融书法入剑的神技，白夜4骑士的银骑士王佑君。王大侠，可是我记得刚才发生爆炸前，这位苏洛大侠喊您是花。哎，难得王大侠肯对你表明身份，石家戒备森严，要不是王大侠亲自出马，又有谁能将你无声无息地救出来呢？哇！刚刚使的剑法，你看得出来吗？好厉害的挥毫神剑！您果真是王大侠！哇，花老二太厉害了，随便用木棍挥几下，就把屋子拆得干干净净的。没事就拆房子，今晚大家要睡哪儿啊？哼，这算什么？不过是你少见多怪罢了。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分别挥出4种不同字体，那才叫高明。哎呀，花老二这种高冷自傲的人，竟然也有这么自恋的一面。大家聊得很高兴了，我们的客人清醒了吗？这位小兄弟你好，严苛的冰雪不会永远存在，你的苦难终究会过去，在你的身上，我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老大，怎么会这么像啊？这3个该不会真的是神吧？谁知道呢？想不到这娘娘腔竟然还会使用稷下的回复咒文，这种人又怎么会没被白家挽留，流落到麦迪奇家去？你一定就是米迦勒团长。对了，这位就是天
天之荣耀，神之伟业，白昼传达语言，夜晚传递知识，将温暖之光洒遍大地的米迦勒团长。你运气不错，普天之下没几个人见过米迦勒团长的真面目的。我们这次到暹罗来，主要是调查石家与东方家有何图谋，会碰巧遇到你，相信是神的旨意。你且宽心以待，神明不会让善人永处于恶难当中。只要你能坚持下去，我们会帮助你与未婚妻团圆的。没想到小人竟然能得到骑士大人们的帮助，小人纵使身死，也要坚持下去，一定赢得比武招亲，救回小翠。花兄弟，不知道你目前修炼的是何种武学呢？小人在花家地位微末，只修炼过最初的剑术，实在惭愧。花兄弟，虽然我相信神会庇佑你，但奇迹不会平白出现。既然是要比武招亲，以你现在的武功，我瞧不大成啊。这不废话吗？如果他的武功成，还需要你们干嘛？这样吧，妥当起见，我先设法提高你的武功。既然你练的是剑术，从现在起你就跟着王大侠学习剑术吧。这样真的可以吗？王大侠是何等英雄，我这样的窝囊废又怎配蒙他教导？众生平等，在神的荣光之下，人都是一样的。我相信王大侠一定会答应的。花兄弟，你先安心休息。距离比武招亲还有半个月，我呢就先去跟王大侠商量一下接下来的计划。既然大家都计划好了，那我还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有雪，就劳你们费心把花兄弟照顾好了。哎，花兄弟，我看你伤也好的差不多了，这房子也被换。王大侠拆的不剩下什么了，要不咱们先进城报名比武怎么样啊？好的。序列物到底是派你来做什么的？处理废物。先是莫名其妙和那2个废物厮混，现在又帮另一个废物来骗我真传。倘若您非要为支持若红小弟的行动找个理由的话，您那时说的话不就是最好的答案了吗？我从来没有收徒的打算，而且我说过不做超过花风流应有能力的事。哦，那您刚才挥剑砍我的时候，怎么不对自己说说呢？不过花二哥刚刚您对若红小弟的那番鼓励啊，说的是慷慨激昂，不晓得的人啊，还以为您是过来人呢。有嫌自己命长了吧？事情就这么办吧。传授武功也不一定要收人为徒啊。假如您真的不愿意传武功给那个笨小子，就随便教他几下三脚猫剑招，让他在比武时战死在擂台上。总之，这双小情人的将来可就全凭花二哥您的打算了。师父曾说，只要在月圆夜，满怀诚意地为心上人簪上梅花，2个人的感情就能够长长久久，永不分离。那后天晚上月圆，你再帮我簪一次花，好不好？不行啊，从明天起，我必须回白鹿洞闭关。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佳敏，下次梅花盛开时，就是我回来娶你之日。君不见，大河之水得天上，千里奔流不复回。君不见，筋骨豪杰悲白发，须臾青丝飞成雪。身前狂放能几回？斗酒相知付流觞。
天生无土有俊才，千金消解还复来。玉杯西前漏声传，金莲舞罢花飘扬。稷下客，舞练图，将进酒，杯莫停。剑舞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我就想拉泡屎，有这么难吗？女鬼姑娘，你在里面吗？他不会真从井底爬出来吧？公子，你又来了。你不是女鬼吗？怎么还能撞到我？女鬼姑娘，我不是有意吓你的啊。对不起，我不应该突然出现吓柳公子的。哪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吓到本大爷。哦，对了，昨天我离开的时候把佩刀留在这里了，你有看到吗？嗯，我帮你收起来了。真是多谢你了，我还以为把它弄丢了。这柄刀似乎不像人间界的产物。呵呵，你也不像啊。柳大哥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我只记得是从一个山洞里拿到的。这柄刀带着极大的杀气与不祥，完全就是为了杀戮而铸造的神兵。如果持有者自负武力，凡事争勇斗狠，多惹伤亡，最后会被戾气反噬，完全变成一个杀戮的机器，那么拥有这个神兵反而会是一种灾祸。不过，刘大哥，你的体内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内力，这股内力抑制了刀的戾气，使它不致祸及其主。刘大哥能持有它，也是一件很难得的机缘。刘大哥，我之前2次遇见你，身上总是带着伤。出来混，受些伤也是在所难免的嘛。女鬼姑娘，我还有个问题。每次我催运内力的时候，就觉得身体要炸开。这种情况还能医治吗？柳大哥的内力似乎是被强行灌入的，所以才难以驾驭。而且这股内力非常霸道，因此一旦被其他内力攻击，就会爆发。对方的内力越强，柳大哥体内的反冲力就越大。难怪每次别人用内力攻击我的时候，都会被反弹回去。只是，喂，你干嘛叹气啊？难道我是没得救了吗？
若恒老弟，怎么这么没精神啊？有雪先生，刚才去东方家报名，看见应征的人个个武艺高超，更有10家大太保石存忠这样的重头人物。论武功，不管我多努力，这辈子都不可能超越他们。哎，老弟，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你也见到过王大侠的本事了。哦，对了，这次我们来暹罗可是秘密行动，所以呢，以后不能直呼王大侠，要喊花二哥。有花二哥传你功夫，普天之下谁还有这样的奇遇啊？老弟，不要把一切想得太悲观了。可是，像花二哥那样的高手，怎么可能平白传我神剑？就算传我神剑，像我这种平庸之人，怎么可能学得会？不好，若恒老弟，你知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怎么了？有雪先生，这些人一定是10家派来抓我的，我在这里把他们拖住，你快走。放心，我既然现身，就绝对有自信能够保你安然离开。这次为了你，我不得不暴露身份了。其实，我也是白夜4骑士之一。你也是？可是，白夜4骑士怎么会有雪特？哎呀，这事内幕很复杂，我一时间很难跟你解释。这些人快要杀过来了，凭我的实力，要消灭他们轻而易举。只是大庭广众之下，我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暴露我惊世骇俗的武功，这样会破坏我们变装前来的目的。原来是这样。一会儿不管我做什么，你只顾冲过桥，直接向东走。不管谁喊你，都不要回头，明白了吗？可是，让有雪先生您一个人断后。放心，我好歹也是白夜4骑士之一，对付几个石头家的小喽啰不成问题的。石头家的混球们，你们有胆的就过来，本大爷一个个把你们全部都了结掉。这些菜，快走！有雪先生，您多保重。天杀的！雪特胖子，你找死！抢亲的小子跑了，快追！狗头！天杀的，竟然敢戏弄我们！你赶快回去通知3位公子。是。剩下的继续和我追。抢亲的小子莫名其妙被救走了，一定和花风流那党人有关，不能放跑他。是。柳大哥，你所说的没得救，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想办法运用这身内力了。空有一身内力，却没得用，这不相当于一堆美食摆在眼前，却不能吃？可是，若将这霸道的内力转化成柳大哥自己的内力，那这柄刀的利器就会慢慢吞噬你的灵魂，将来造成的杀念一定也会很重。如果那样的话，那我还是宁愿柳大哥保持现在的样子。就算那样，也好过现在，起码可以让我改练其他的功夫，别一练就吐血，不然我这辈子岂不是都只有3脚猫的功夫？那柳大哥练武功是为了什么呢？
小时候我在山里碰见打不过的野兽，跑也就跑了。可是现在结识了不少朋友，如果我还是三脚猫的功夫，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一刀宰了吧？那柳大哥，你的意思是说，学武是为了同伴吗？这柄刀的杀气这么重，但沾染的血腥味却不成比例。大概正因为像柳大哥说的一样，只是用来保护同伴吧。而且他身上的气息，怎样都不像是坏人。柳大哥，我想我可以帮到你。唉，我看呢，你还是先想想让我怎么出去吧。好的。优雪先生，你一定要平安无事啊！小子，伤好的倒挺快呀！这次抓到你，一定要把你打成残废！糟糕，看来跑是跑不掉了。我跟你们拼了！把他带回去，听候大公子发落。是。哪个混蛋胆敢打扰石家人行事？是你爷爷蓝，是你爷爷苏，是你爷爷柳。哎，算了，爱谁谁，就是你爷爷我。若红老弟，你还好吧？恩公，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呢，就在这儿好好休息，接下来都交给我就行了。刘一刀，又是你！每次都是你这混蛋来搅局！吴公子，为什么？抱歉，这只臭猴子是我的猎物。你这臭猴子，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今天可不许耍赖逃跑了哦！你这只疯狗还这么精神啊！完了，不知道女鬼姑娘帮我封住内力的时间能持续多久？对付小喽啰应该没问题，但对付这条疯狗……柳大哥，我刚刚先替你化解了你身体内1成的雄霸内力，这样你就可以运用一小部分这股内力了。真的吗？女鬼姑娘，你真是太厉害了！只是，倘若柳大哥使用内力过度，这股雄霸的内力就会对全身经脉造成强烈伤害，到时就无法抑制这柄刀的力气，说不定还会彻底吞没柳大哥的人格。哎，知道了。这次你可要使出全部实力，不然……喂，你这猴子好没有教养啊！我这边话还没有说完，你怎么就动手了？不过，这次的威力可没有上次厉害啊！打架就打架，哪来那么多废话？使我一拳！来啊！
可恶，这疯狗到底有多强？跑也跑不了，打也打不过，该怎么办啊？终于拿出看家本领了吧？哼，那我要动真。这个废物，何时有这般能力了？真难得，想不到居然是这只大山猴逼得你露出真功夫。撇开你风穴的手法不谈，要一次抑制住那小子的紊乱内息，至少要比他更强3到5倍的内功修为才能办到。切，我的好三弟，你还真是不简单的。唉，额外的消耗可真是吃不消啊！二哥、三哥，若红老弟也受了重伤，唉，此地不宜久留，我看咱们还是先溜吧。想走，没那么容易。花兄别来无恙，这几天可让我找得好苦啊！现在找着了又能如何？几日不见，你的跟班又少了。石家这趟阵亡率这么高吗？哼，我石家人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花兄，你今日也有和我们同样的觉悟吗？花二哥，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们快走！哼，废物就应该像废物一样求着别人施以援手。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营救你的未婚妻，现在却想在这里一死了之，真是个废物。可是，他们人这么多。哼，真想要摆平敌人，一根树枝足矣。你这废物，给我把眼睛张大，好好看着。石老大，今天带这么多人，是来郊游的吗？王大侠果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面对重重杀气，一点惧色也没有，这才是英雄人物啊！花风流，你休得猖狂！
杀喽啰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我数到10之后发招，你们跑得了，就快跑吧。10、9、8、7，大家不要慌。 5、华风流再强，他也是一个人。3，继续放箭。2、1。 黄花名剑花风流，果然名不虚传。今日一见，真让老夫大开眼界啊！两位之间的恩怨，本来与我东方家无关，只是既然村中世侄已经报名参加我东方家的招亲大会，万一有所闪失，那老夫如何向石家主交代啊？东方世伯多虑了，我石家行事一向不希望外人来指手画脚，还请东方世伯不要插手我与这华风流之间的恩怨，我弟之仇怎可不报？哈哈，村中世侄误会了，老夫此次前来就是助你一臂之力的。花少侠得罪了。终于说完了吗？废物加在一起也是废物。东方家主且慢。东方家主，不知可否识得这枚印戒？这是麦迪奇家的落英银印。家主英明，在下乃是代表序列兀公子，此次前来暹罗参加招亲大会，在我身后的这几位少侠，皆是我麦迪奇家的门客，还请东方家主看在序列兀公子的面子上，高抬贵手，行个方便。你以为光凭一枚印戒就能代表麦迪奇家吗？此电弓，这可以证明吗？村中世侄，石家与麦迪奇家的恩怨多年，倘若是在中土，老夫自然无权插手此事。只是如今你们在我暹罗，还请诸位以大局为重，莫要再生是非。石公子，不如你我两家的恩怨就放在比武招亲上做个了断如何？到时刀剑无眼，拳脚无情，就算是闹出了人命，
我相信东方家主也不会有所怨言的。那就如你所愿。麦迪奇家，你们来参加招亲大会，老夫欢迎。如果再让老夫知道你们在暹罗惹出事端，序列物也救不了你们。看来一切都在你这娘娘腔的计划之内啊。我二哥说笑了，我看我们还是先尽快离开此地为好，免得石大公子再杀回来。别跑！站住！别跑！抓住他！抓住他！别让他跑了！站住！哦，各级的野狗也敢对老虎叫嚣。跟我走吧，本座可以帮你得到这世上你想要的一切。说吧，义父对暹罗城所发生的一切有何吩咐？暹罗城的所有事端，他已知晓，并将在数日内加派高手来此援助。还望大公子务必要在招亲大会上争取到这次的武器交易，更绝不能让麦迪奇家拔得头筹。义父信里说，只要拿到武器设计图，就能救活我弟，是真的吗？家主自有安排。大公子，您最近练功辛苦，家主希望把这样东西交给您补补身体。家主给5公子和7公子也带来了礼物，已命我放在会馆之中。另外，家主吩咐，若想再见到9公子，还请务必赢得招亲大会。杀了他，杀了他，否则，你和你那傻弟弟就要再回到贫民窟。义父啊，义父，比起东方玄虎，你才是一头真正的狐狸！什么？你竟然对若红小弟说自己也是4骑士之一？当时情况危急，为了能让他乖乖听话，我只好撒了个谎，没有那么严重吧？唉，只能想办法帮你圆过去了。梭罗大侠，方才多亏你舍命相救，你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无法还清了。没事。这么客气干嘛？不过话说，若红小弟，你是怎么被石家人发现的呀？是这样的，我和有雪恩公去东方府报名招亲大会，怎料回来的路上被石家人盯上，之后
有雪恩公说，他也是白夜四骑士之一。哎，那雪特胖子说他也是白夜四骑士。我知道暹罗一贯主张众生平等，但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白夜四骑士里有收雪特人当成员的呢？那是因为他并不是雪特人。唉，事到如今，一切已经难以掩饰。既然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那我们就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若红小弟，其实你所知道的有雪，他并不是雪特人。啊？不是雪特人？那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秘密就是有雪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四骑士中的黑骑士雾隐鬼藏。鬼藏身为一名优秀的忍者，他必须长年累月地处于黑暗之中，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外界对他所知也就不多。现在为了消除你不必要的疑虑，鬼藏才露出真面目的。这恕小的有眼无珠，可是有雪鬼藏大侠的样子，实在不太像是……哎，这你就错了。忍者的第一要务就是不引人注目，紧要时才能发挥一击必杀的效果。今天让你开开眼界，为了证明身份，鬼藏愿意表演忍术。说吧，你想看什么功夫？不是吧，三哥，你要不要这么狠呢？四弟，事已至此，你就勉为其难吧。那就表演个影分身术怎么样？影分身术比较消耗查克拉，可不可以换一个啊？那就表演个剖腹自尽吧。二哥，你今天辛苦了，我一会儿就给你送一壶好酒过去。好了，二位平日里早就见识过鬼藏的本事了，还是让若红小弟想吧。那这个，我听说东瀛的忍者都会一种土遁奇术，不知道能不能让小人开开眼界呢？土遁是什么东西啊？土遁嘛，把它当成变相的活埋就好了。哇，这也太厉害了！这就是所谓一流忍者的实力吗？不错，凭借鬼藏的土遁术，这会儿功夫大概已经遁出暹罗城了。忍者呢，最重要的就是隐藏身份。今天他为了救你脱险，不惜向你暴露身份。这样，你愿意相信他了吗？是，小人真是惭愧的无地自容，我一定要加紧练剑。等会儿鬼藏前辈回来，请代我向他致谢。苏洛前辈，为何面色如此凝重？没什么，鬼藏的功夫精进的太厉害了，我担心他现在不晓得被遁到哪里去了。没错，鬼藏的实力总是让我们充满信心。那么，小人出去练剑了。唉，白夜四骑士这个谎言，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大哥、三哥，你们要是有空的话，可不可以帮我挖出来？我全身好像又被万马奔腾过去一样。本想着白天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见到女鬼姑娘，想不到这位女鬼姑娘竟然在生吃小动物，哎呀，好残忍呐！可是，想要获得比现在还强的力量，只能找她了。女鬼姑娘，抱歉打扰你进食了哈。柳大哥，你来了。女鬼姑娘，
你还好吧？对不起，我没事。这小家伙恢复活力，真是太好了。好美啊！你这废物，给我听好了，我教的东西，像你这样的白痴脑袋是理解不了的。你就给我死命的练，练不成的话，我就把你这白痴脑袋砍下来当球体。啊！武功这东西，除非用那些大损自身的歪门邪道，不然是没有捷径可言的。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废物，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不练到吐血，不准停。是，花大侠，您传我的这套剑法，好像是专门破护身硬功的。莫非您是想让我把石家当做假想敌吗？哼，当然了。石家这次连聘礼都送出门了，娶亲不成，他们怎肯甘休呢？总之，你也要有心理准备，要是没办法在比武招亲上击败石存忠，那么所做的一切都没意义。击败石存忠，小人哪有这份能力啊？只有送死的份儿啊！我管你死活，要是没有这份能力，就给我拼命练，练到有为止。你能不能赢回自己的女人，这事儿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跟着我学，就不能丢我的脸。石存忠算个什么东西？除了那狗屁金刚身之外，没什么了不起的。倘若你小子用我教的剑败给了他，那我就一剑劈了你。是。纯二哥，这等好语可已经超过了花风流应有的能力啊！三哥，你和二哥一直在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哼，这是机密，现在还不是揭晓的时候呢。练，不准停。是。真有趣，我听人说啊，以前有一个脾气很暴躁的剑客，也是在传授旁人剑术时，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嗜好与才能，最后投身教育了。你瞧花二哥教得这么起劲，说不定也是个为人师表的人才呢。怎么可能啊？就花二哥那臭脾气，还为人师表？他为人师表才是真的。怎么搞的？我的手为什么突然滑了一下？你们两个干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有什么意见吗？那边教人的和被教的现在心情都很紧绷，想要活命的话，还是别在这种时候去惹他们了。哎呀，花小子和二哥苦练也就算了，你为什么还要让大哥也去报名比武招亲啊？因为到了比武招亲上，为了减轻若红小弟的负担，他也必须参加，这样可以多帮忙撂倒一些敌人，对大哥的武学修为也会大有帮助。哼，我看你们是有福不会享，还主动把危险往自己身上扛。没有，我真是替老大感到可怜呐。你倒也不必替老大感到可怜，因为你也要和他们一起去。你说什么？这次比武，其他家族一定也会派上不少人替主力减轻负担，所以我方参加的人员也要越多越好。阁下乌银鬼藏乃是东瀛一流上人，这种小小武斗自然游刃有余，何足畏惧？上人，上人个头啊！你让我去上场和人武斗，不是明摆着让我死吗？要减轻负担，也应该是你跟花二哥这样的高手去才对啊！现在暹罗城的状况暗流不断，如果我和花二哥太早出手，会打破势力均衡，这样反而不美。你既然敢对人自称是白夜四骑士，不让你上场又怎么公平呢？花二哥负责训练他们，我负责训练你。
我们朝着前8强的目标努力吧。前8强，我初赛就被人打在地上爬了，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嘛！三哥，饶命饶命啊！要让若红小弟这种角色在招亲会上力败群雄，在几率上一样是不可能的。但花二哥他不也在设法了吗？花二哥能做到的，我有理由会做不到吗？我们走吧。我不去啊！不行吗？为什么？刘大哥，短时间内解封1城已经是极限，如果再多几分，你的精神会承受不了这柄刀的煞气，会先行崩坏，非常危险的。到时候可能就连我也无法去帮助你了。刘大哥，解封内力是为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吗？算是吧。其实一般状况当然够了，可是我有个兄弟比较倒霉，为了心爱的人比武招亲，惹上的人也比较麻烦。心爱的人？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情吧。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看到我那小弟花若红，兴许也是可以为之付出自己生命的东西吧。这样的事我从来都没有碰到过，想必除了这次帮花小弟外，也没有机会了。从小我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过什么，这次再次解封你的内力会很危险的，请把宝刀再借我一关，好吗？当然可以了。女鬼姑娘，你这是？刘大哥，这柄刀里面有太多的亡灵，亡灵们对于人世的种种羁绊，对死亡的恐惧与愤恨，都会通过鲜血而附着在这柄刀里，形成了一股常人难见的戾气。持有者也容易被这股戾气影响，逐渐失去心智。那你刚才是把这些亡灵全部净化完了吗？算是，但这柄刀里，在我无法触及到的地方，似乎还寄宿着一个古老强大的亡魂。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鬼物通灵？那这个闪闪发光的石块是干什么用的？这块勾玉其实是用来吸收这柄刀所带来的戾气。倘若这块勾玉的颜色变成红色，还请柳大哥切勿再使用这柄刀。女鬼姑娘，你还好吧？你帮了我这么多，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刘大哥。哈哈哈哈，很好，很好。除去些不知名的江湖杂碎们，6大世家都派人前来给老夫捧场啊！启禀宗主，此份名单是到今日截止的参加招亲大会的人员。宗主，这6大世家里，您最看好哪位啊？白家的白夜行，听说白家的女王在祈福，这小子来参加招亲，看来是想跟他哥对那稷下女王出手了呀。
家的花风兰呐，花家的老当家上月刚刚去世，听说现在花家乱成一团。这花公子肯定是为了争夺继承人才来参加比武招亲的吧？青楼联盟派来的，老夫倒没听过。不过按照青楼联盟的做事风格，估计啊是花钱请的杀手之类的来参加吧。别杀我！别杀我！最让老夫感到意外的是，从未关心7大家族势力的王家，竟然也派人前来。不过呀，以王五那家伙的性格，八成是随便派了个人来充数的。还有这石家，竟然派了3位太保前来参赛。石村中的小儿肯定要不择手段赢得招亲。不过这些人中论武功，也就属他们石家的修为最高了。至于麦迪奇家的那几个小子，除了花风流那厮，其他人不成气候。作战计划就是这样。这样不行吧？东方家和石家都认识荣虎小弟，你再怎么冒充，他们都认得。何况我们和石家多次冲突，一上场就被认出来了呀。逼人成婚的事传出去有伤东方家体面，他们是不会主动来认人的。至于石家，连续几次被我们弄得灰头土脸，说出去也不光彩。在东方家未有主动反应之前，应该也会保持沉默的。我反对。为什么这废物扮贵公子，我却扮杂役啊？这废物算什么东西？哪儿够格要我当他随从？反对无效。成亲的是他，又不是你，你扮公子有什么用？想开一点，伴郎不也是随从吗？可是要扮贵公子，至少得有一件体面的衣服。还有豪华的住宅，才能配得上吧？哼，老四说的对。唉，我们又能换到哪里去呢？我有一个远房表亲，在暹罗城里有栋宅院，可供大家暂住。有这等好事啊！老三呐，你怎么不早说嘛？筹码要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才更有价值嘛。三哥，你真是神通广大。以麦迪奇家的才识，在暹罗城置产毫不稀奇。只是当初这娘娘腔说自己在此地举目无亲，要往自由都市投靠亲戚，如今不但冒出个无名亲戚，还有豪宅，这谎话也就只有这几个蠢货才会信。既然大家都没意见，还请蓝斯洛大哥和花小弟换上我为2位准备的衣服，动身前往新家去吧。诸位，东方家比武招亲就要正式开始了，忘记我们的旧身份，华丽的迈出我们光明的第一步吧。为了一个东方家的族女，值得吗？我们的规矩，你应该最明白。记住，不论输赢，你一旦踏出这门半步，就再也不是我青楼联盟的人了。娘娘腔，你挑的是什么狗屁屋子？别那么生气嘛，花二哥。整座暹罗城里唯一的汉式建筑，虽然旧了点，但是又大又宽敞，布置典雅，
富丽堂皇。至于灰尘什么的，2000年历史的老房子，你不能太苛责啊。这是暹罗城有名的凶宅。二哥，你想想，放眼暹罗，去哪里找这么一栋附送幽灵护卫的屋子？不如我直接把你送给女鬼当个伴儿去吧。这里也很适合花二哥，屋子后头有座梅园，终年梅花盛开，很漂亮哦。漂亮个屁哟！我宰了你，埋在里头，别人看到你的鬼魂，一定也说你是个女鬼。身为白鹿洞的嫡传弟子，你应该知道有关这座梅园的浪漫传说吧？而且你现在应该也能感觉到那个人的气息了吧？好了，以后这里就是大家的安全屋了。后面的梅林是禁地，屋主交代未得许可不准擅入，这点请各位遵守。不过，屋主也有交代，希望有人每天帮梅林浇水。这个神圣而又风雅的工作呢，就交给大哥了。那么大家就加油把这里打扫干净吧。我说，三哥，你别在那儿光说不干活啊！目前来说，我是这栋房子的主人。你有见过房东亲自干活的吗？那花儿哥，你是想让我把这里也拆了吗？黄若红，速度变慢了。是。开门。小翠，该吃饭了。你呀，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6大家族的哪位公子不比你那小情人强啊？而且我听说那小子已经被石家人活活打死了。你快来人啊！小翠又自寻短见了。哈哈哈哈哈！花仙子真是有心了。这只是我花家的一点薄意，不成敬意。花仙子的心意，那老夫就暂且笑纳了。暂且。东方世伯的意思是，小侄未必能在招亲大会上赢得头筹吗？花仙子多虑了，老夫并无此意，只是其他几大家族也都派了高手前来。花仙子年纪轻轻就有这般修为，下任花家家主非贤侄你莫属了。东方世伯过奖了。说来也巧，老夫也有件事想向花仙子请教一下。哦，东方世伯有何指教？花仙子可听闻过一名叫花若红的公子？花若红，我花家年轻一辈都是疯字辈。家主，家主，禀报家主，小翠她又什么？把她给我带来！花仙子，老夫还有家事要处理，今日就不多留闲职了。小侄明白，有关花若红此人的情报，待我日后查明，再禀报师伯。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好一个绝代美人呐！
你们先退下吧。是。安心的睡吧，我的小美人儿。清风柔云，芳草鲜花，夜景这么美，若红小弟，你的背影为什么如此沉重呢？米迦勒前辈，明天就要比试了，我有点紧张，睡不下去，所以就出来练练剑。不用叫得那么老，在暹罗城里喊我三哥就可以了。好的。明天只是基础预赛，不会遇到真正的高手。以你现在的武功，应付起来绰绰有余，不用太过担心了。这10天来，我随着王大侠学剑，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我还是能感觉得出来，自己的资质太差，学剑的进度还没能达成他的预期。你花二哥虽然剑法高强，但是算术一向不及格，他的预期很少会实现的。就算你达不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啊，毋需介怀的啦。可是，有时候兰斯洛先生他陪我一起练剑，但花二哥教的东西，我练10次20次都掌握不到重点，他却立刻就能做得又快又好。相比之下，我真的是太笨了。不干了，不干了，再也受不了了！怎么了？徒弟不好教吗？少胡扯！我只是兑现赌叔的承诺，才帮你调教这废物，压根儿和他不是师徒关系。好，我知道。那现在调教的进度怎么样了呢？哼，蠢得要命，内力也差，领悟又慢，繁复一点的剑招全记不住。唉，这哪可能在招亲之前功夫有所小成？我看还是直接准备去订棺材吧。别这么丧气嘛，距离公告的预赛日期还有几天，说不定还有其他办法的。喂，花老二，你既然要传人武功，就要认真一点嘛，别尽是拿些简单的东西来胡混。哼，你这废物的话也能做准吗？我整理过的剑招虽然看起来简单，但绝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上手的。是吗？但我看大哥没花几下功夫就使得熟练，招数施展时并无挚爱啊。这个在运动反应上，人不能和猿猴相提并论啊。他之所以学习神速，是因为尚未进化，所以才保留了猴子的高度模仿能力。我自己的武功资质还是明白的。我是花家的旁系子孙，几代以来身份都很低微。我曾爷爷是帮花家少爷们牵马的马夫，我爷爷是，我爹也是，就连我小的时候，也是帮这一代的花家少爷牵马的马夫。从我曾爷爷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期盼下一代子孙能翻身，别世世代代都帮人牵马。哦，我爹给我取名若红，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像大鹏鸟一样飞上天，扬眉吐气。为了这个理想，爹娘对我寄予厚望，他们一直拼命工作，打算存钱供我去中土念书。可是我实在很笨，在中土学堂徒号数年，文不成武不就。后来我爹亡故，我娘也积劳成疾，所以不得不从中土回家。若红小弟，只要你不忘初心，
当时机成熟的时候，神迹就会出现在你的身上的。这是我能代替神明对你做出的承诺。多谢三哥，为我加油打气。当我被石家人擒入布袋时，真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但是遇这几位恩公相救，又蒙王大侠授我剑法，虽然练得很差，不过这些天来我也稍微有了点自信。明天的比武，我一定尽力而为。若红小弟，可否借你的佩剑一用？好的，三哥。初见面的时候，我曾经对你说过，神迹会发生在值得神明去帮助的人的身上。好了，时辰也不早了，早些休息吧。女鬼姑娘，你对着井底自言自语什么呢？你这疯狗，在这干什么？放心，我只是问问。你这个臭猴子，明天也去参加比武吗？废话，本大爷不但要参加，还要把你们石家打得屁滚尿流。这一次可就没有人再来救你了。放心，本大爷会打的，连你妈都不认识你。这才有意思。走了。柳大哥，是你吗？是我。那个，从今天起，我跟我几个兄弟搬来这里住了，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所以请多多关照啊。原来是这样。今天早上，我感受到柳大哥和另外3个人的气息，其中一人的气息极为强大。不用害怕，那家伙姑且算是我的兄弟吧。我的天哪，大哥竟然被女鬼迷住了！刀疤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妮儿小姐，还有1个时辰就天亮了。谁问你这个？我问今天几号了？这过了此时，现在是4月1号了。4月1号？哼，我哥岂不是走了快1个月了？探听情报要探听1个月，他是探听到人家大牢里去了，是不是？妮儿小姐，老大交代，除非看到他的樱花信号，否则就别轻举妄动。我们还是再等个几天吧。顺便一提，妮儿小姐，你可不可以帮帮忙？我快被砍死了。等，我们已经在这等了快1个月了，生意清淡不说，你们这些人种菜都快种出心得了，这算哪门子强盗啊？那家伙还知道嫉妒。妮儿小姐，老大的烟花图案是咱们4世大盗的旗帜，不是这个图案的。臭丫头，吃我这一剑！为什么又是我？老夫正式宣布，比武招亲现在开始。
二哥，您这是要去哪儿啊？上了擂台，一切各凭本事。与其在这里无聊的看一群废物互殴，还不如回去喝酒呢。别这样讲嘛，莫非眼前这擂台让花二哥想起来往日之事了？老大打得很艰辛啊！兰斯洛大哥一向用蛮力取胜，看到以轻功闻名大陆的花家人，真是个废物。花二哥心里明白，又何必嘴上不认？老大在武学上是很有天分的，虽然还不及你那般天纵奇才，但未来还是很有发展性的。麦迪奇家对这野小子有什么企图？他的天资跟悟性不错，但这些应该还不足以引起你们的兴趣。他的一身内力倒是非比寻常，而且是由绝顶高手转赠灌输，足见来历不凡。或者说，是因为他那把诡异的兵器，才是你接近他的主因吗？可恶，这家伙动得真快，内力也快用光了。小子，乖乖认输，我还能放你一条生路。就凭你这个烂黄瓜臭鸡蛋，还想让我认输？想要命的话，就给本大爷滚下擂台！真是个白痴！你的招式连只狗都能躲过去，威力再大有什么用啊？本场比赛获胜者183号参赛选手。唉，真是失算了，没想到老大会在这里下这么重的手。看来现在得要修正先前的计划了。哎呀，老大这一刀果然厉害呀！不过老大在干什么呢？比完了还一直不想下来吗？哼，那小子已经睁着眼晕过去了，也不掂掂自己的斤两，这么猛的一刀，肯定把自己内力全部耗光了。只吐血，算是便宜他了。一群饭桶，真是丢人丢到家了！看看你们两个废物，一个打得满身是血，一个在擂台上晕过去，简直废物到家了。话也不能这么说啊！今天的比赛，若红小弟也已经很努力了。这话让他留着对敌人说吧，看看他们在战胜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废物已经努力过了，就不杀他。接下来即将上场的是9号选手，哇！
终于轮到若红小弟出场了。我认输。小子，快点过来，我可以发发慈悲，一锤送你上路。把全身的内力凝聚在剑尖一点。王大侠，我是不是应该再学一些新的招式了？哼，像你这样先天内力不足、根基又浅的废物，能学会这一招就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我认为你是废物中的废物。你只要配合我传你的剑诀发招，把你全身的内力凝聚在剑尖一点。就算遇着高手，也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奇效。蚂蚁就应该乖乖被碾碎。臭小子，你是吓得都不敢还手了吗？这小子怎么回事？借我一锤就应该站不起来了才对。小子，看你这下还能扛得住吗？奇迹竟然过载了！把全身的内力凝聚在剑尖一点。本场比赛获胜者，120号参赛选手。废物，和一群杂碎动手，还弄得这么狼狈。花二哥别那么苛刻嘛，能赢下比赛就已经很好了。你也是个多事的家伙，居然在这废物的剑上动手脚，这是用剑者的耻辱。我不过是把若红小弟的佩剑稍微增强了一点硬度罢了。把荣辱先搁在一边，你我都不想看到若红小弟第一局就被踢出局吧。哼，回去有他好受的。话说回来啊，
老大今天的比赛是特别的亮眼，尤其是最后一场的惊天一刀啊！对一群杂鱼要使出全力才能获胜，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干什么？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去后院浇花。你劈裂了整座擂台。那有没有伤到人？你放心，我只用了1成的功力，所以伤者固然难免，但是死者是不存在的。那刘大哥，你没受伤吧？我当然没事了。与人比武，胜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凡事欲速则不达，刚急则折。刘大哥还年轻，与人动手时只要无伤性命，宁可这次输了，也别急着求胜，过分催动内力，得不偿失。不求胜利的仗，打来有什么意义？至于比武时有些许牺牲、伤害，那本就是在所难免。这是什么声音？啊，女鬼姑娘别怕，这是烟花的声音。烟花？听有雪说，每年的4月13，好像是暹罗城的一个大节日。这烟花应该是在庆祝吧？真想看一眼烟花的光景。你想看烟花？这有什么难的？有些东西对你来说轻而易举，或许对于他人来说就很难。你也是因为幸运才获取了本不该属于你的那股内力，再怎么样都不必将他人置于死地。你觉得我全凭运气？啊？你居住于这鬼地方？你知道些什么？那又怎样？你是想告诉我，一个猿猴会强过一头身经百战的雄狮？你这样比没有意义。被世人公认的绝代天才的你，所精心编排的剑诀，大哥能立即吸收学会，不是靠大脑的思考，而是依靠天生的直觉。我要强调的是，大哥他曾经生长居于荒蛮的深山，从这个过程中所培养出的直觉，是一种能让人洞悉驾驭世间武学的灵性。也正是，天才如你尚未能拥有的东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别这么看着我，我没法告诉你那种智慧的真面目是什么。要是我有这种能耐，今天我就是天位高手了，二哥该不至于如此高估小弟吧？倘若二哥希望在1年后的那场决斗中获胜，这个秘密就只能由你自己去领悟。你怎知我1年后？序列物
还真是出乎意料的多嘴。他会把这么多事告诉你，看来他是相当信任你啊。哼，你有赞了。要面对您这等随时有能力拆台的赌客，庄家自然要先拿一手好牌啊。花二哥，这就准备去休息了吗？哼，跟你这娘娘腔喝酒，酒都变苦涩了。唉，这次的差事也太累了点儿吧。本场比赛获胜者，337号参赛选手。喂，老三，你去哪儿了？一大早上都没看见你。昨晚有点宿醉，早上起来喝了杯清茶。战况如何了？唉，毫无悬念，七大家族的人果然厉害。接下来出场的参赛选手是，211号，344号，308号，250号参赛选手。哇，鬼藏前辈终于要上场了！唉，让一个武功几乎等于0的雪特人上台参赛，那不是只有等着收尸的份儿吗？啊，另2位前辈已经吃完了吗？大概是再一次土遁了吧。哎呦！忍者果然是忍常人所不能忍啊！喂，你这做老大的，不是要同甘共苦吗？我当初说的是同甘共处，所以老四有难。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在这里干杯吃菜，这样才不为师言。干杯！哼，我鄙视你这下流作为，但这一次，我私下同意你的观点。喂，老三，你到底教给游雪怎样的保命招数啊？鬼藏这次会展现更为精彩的忍术，还请大家拭目以待吧。杀呀！挑错对手了！一刀刀法。奇怪，我的刀明明没有碰到他，他为什么会？啊！鬼藏前辈被杀了，他怎么会被杀了呢？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石家的厉害！你这卑鄙！
绽放吧，深渊之门！我赢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我，这下你们见识到我的厉害了吧？这样也算比武招亲，简直是来骗婚的！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骗婚的！抗议！卑鄙的矮子！抗议！抗议！卑鄙无耻的矮子，滚下去！鬼藏前辈这种行为，不是太卑劣了吗？不啊，正好相反。鬼藏是我所认识的最圣洁的圣殿骑士。是这样吗？鬼藏身为忍者，他自我的秉性就是忍其他人所不能忍的，这才是忍者的最高奥义。原来鬼藏前辈是这么的了不起。让我们一起为鬼藏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衷心的祈祷吧。老大，你这是要去哪里啊？你们就继续赞美鬼藏吧，我去四处逛一下。昨晚上对风华说要带他离开梅园，结果……你怎么？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怎会？上次的事情是我太过分了，我决定了，我要带你出去。奇怪，我有说错什么话吗？抗议！抗议！抗议！这东方家乡闹哪样啊？抗议！抗议！按照结果来看，同场参赛的4人只剩下这个矮子有作战能力，但就此判他获胜，恐怕会引起民愤，而且这矮子还击败了一个石家人呐。比赛本来就没有限制比武方式，虽然这矮子用不合常理的方式获胜，但这也算实力之一。我宣布，本场比赛获胜者250。不是，下去，上去了！大家请稍安勿躁。本次比赛规则：倒地不动者算输。250号选手虽然倒在地上，但他仍然在努力地爬动。蓝血神针可是大雪山的信物，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花二哥果然是内行啊！青楼联盟和大雪山有一定的往来，大雪山送了100枚特制的蓝血神针给青楼，这次为了行动方便，我持麦迪奇家的印戒向青楼总部借了几根。哼，东方玄虎也一定看出这个针的来头不小了。那是当然啊。大雪山可是大陆上最神秘的杀手组织，在正常的情形下，不会有任何人愿意与大雪山为敌的。东方玄虎这个人虽然野心勃勃，但在做法上却显得举棋不定。一方面想要拓展东方家的势力，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数百年来和平之下的安全。
所以尽可能在不得罪任何人的情形下，来实行自己的计划。所以你早就料定他不愿开罪大雪山，从而会判雪特胖子获胜。事实不正是如此吗？东方家有这样思维模式的家主，今后是成不了大事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在你眼里，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就大事呢？这个嘛，不用多久，我想我们都能看到。那个，风华，我上次说要带你离开梅园之后，你为何突然消失了？对不起，柳大哥，我……哎，风华，你怎么了？别怕，发生任何事我都会保护你的。啊！这群飞蛾是怎么回事啊？是长老，长老们找来了。啊，长老们是谁？刘大哥，你快走，不然你也会消失的。风华，我知道你不喜欢血腥味，但这把刀可以保护你。我去把这群该死的蛾子引开。风华姑娘，你快躲起来！老头，你干嘛？这老头儿，哎呀，小兄弟，刚才真是多亏你了，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可惨喽。哎呀，小兄弟，外面那群扑棱蛾子是咋回事啊？我哪知道？你这臭老头，你快把你的臭脚拿开！哎，不好意思啊，小兄弟，你说这群扑棱蛾子啥时候飞走啊？他们要是再不飞走，我就要被你的臭脚给带走了。
小兄弟，我倒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围。那你快说呀！被那群蛾子咬死，也比被你这臭脚熏死强。小兄弟，你可曾听闻过飞蛾扑火？小兄弟，你可曾听闻过飞蛾扑火？哈？听过又怎么样？我现在去哪里给你找火源呀？哎，你看，你可以用内力生火呀。内力？你以为我是东方家那老狐狸吗？我瞧小兄弟你也是习武之人，怎么连这点内力都没有吗？放屁！他们都说我体内有一股雄厚的内力，只不过本大爷还暂时无法驾驭而已。我看看，还真是。去！你一臭老头装什么绝世高手？还不快点想办法离开这里啊！来，小兄弟，拿住我的鞋。你等本大爷出去。哎呀，小兄弟，这个时候就别斤斤计较了，再不快点儿，老头子我可要落在这缸里了。臭老头，你要是敢耍我，我拿起来了，然后干什么？然后你要根据我的口诀进行呼吸吐纳，来，全身放松，不要用硬劲和蛮力。要用丹田进行呼吸，很好，很好。继续吸气，不要松掉这口气。很好，很好，小兄弟。接下来吐气时要让下腹部凸起。一呼一吸，下腹部要有明显的凹凸膨胀。很好，很好。吸气，吐气，吸气，很好，成了。怎么样，小兄弟，我的方法管用吧？小兄弟，既然咱们平安脱险了，那老头子我就先走了。刚刚我是怎么做到的？想知道？那咱们有缘再见。在场的16位少侠都是通过预选赛的强者。接下来的比武中，我们将进行1对1武斗，由我来宣读号码、来历、姓名。另外，本次比武新增一条规则：倒地装死者即刻失去比赛资格。10号来自石家的石村忠，而他的对手是146号，来自白家的白池。哎呦，头好痛啊！哎，若红小弟也没睡好啊？若红小弟一夜没睡，一直在梅园练剑。不像某人心里只有浇花。战况如何了？本轮获胜者10号选手中土石家的石村忠。大哥，倘若今后想在江湖上闯出名堂，
是必须正面对抗擂台上这些人的。本轮获胜者11号选手，依旧是来自中土石家的石存信。相比石家的大太保，我感觉每次都能瞬间结束比赛的6太保更厉害呀。这样看来，这次招亲大会的获胜者非他莫属了。哼，你们懂什么呀？这6大家族的人为了帮主力参赛者降低负担，所以才会派多人参加。到时同一家族的人相遇了，肯定会有一方主动认输的。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来自大陆西北地区美丽玄京城的统治者，花字世家花风兰。而他的对手是同样也是来自花家的代表花鹏。本轮获胜者4号选手，玄金花家的花风兰。怎么样？我说的对吧？也就是说，这次招亲大会表面上是看重武功修为的个人赛，实则是一场7大家族的实力竞赛呀。现在登场的是，来自遥远海外岛国的上人，麦迪奇家的座上客天草太郎。滚下去！滚下去！别比了，什么玩意儿啊！滚下去！滚下台！老三，前几次骗人的小伎俩已经被禁止了。有雪哪里还有浑水摸鱼的机会啊？只怕一个照面不就给人砍翻在地了吗？放心吧，大哥，我和老四研究了各种秘诀，绝对可以轻松获胜的。大家真刀真枪的，你们那些小伎俩还派得上用场吗？当然可以，武学中的巧招就是用高明的招数骗到对手。既然都是用骗，又何必非拘泥于形式呢？只要最后获胜就可以了。而天草太郎的对手是来自武炼王家的王硕。嘿嘿嘿。小妹王亮八尺眼，拜请阴煞显威灵，天下凶神速速上我身。先上头，再上手，上完前胸，上背后，天下凶神速速上我身，上我身。这胖子竟然飘起来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位力量？传闻苦练数百年的内力，就能达到人类极限地界巅峰，而进入地界之上天位，就能结合天地元气浮空飞行，甚至可以影响外界环境。举手投足间，便可以产生毁天灭地的破坏力量。不是九州大战之后，天位力量已经在人间界消失了吗？你们看，这胖子不是浮空了吗？想不到这个卑鄙无耻的胖子，竟然是传说中的天位高手。没想到
九州大战以后，天威力量竟然以这种方式第一次再现人间。愚蠢的凡人呐，感受痛。老三，你是怎么让有雪飘起来的？想不到你还会这种魔术。大哥，这个以后再说吧。如果现在您不想让老四掉下来摔成肉片，最好不要打扰我。升龙气旋乃是龙族武学，你这娘娘腔还真是什么都会。唉，早知道这招这么累人，还不如直接让这胖子投降认输了。三哥，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你看看我这一身，又是内伤又是外伤的。今天的16强赛肯定会更加激烈，说不定我就成残废了。我不想下半辈子生活不能自理啊！求求你放我一条命吧！老四，不用这么担心，区16强的小场面而已，轻轻松松就过去了。轻轻松松？你是说我死的轻轻松松吗？今日上台，敌人连你半根汗毛都碰不到，这场比赛就结束了。你别担心，绝对让你来得及参加下一场。我看你是觉得我只要还能喘气就能上场吧？愚蠢的凡人呐，在天位力量面前颤抖吧！嘿，这位朋友，你说啥？俺听不清啊！我说，在天位力量面前颤抖吧！啥？你说天天吃西瓜？我说，在天位力量面前颤抖吧！啥？随着雷鸣，一同消失吧！这就是天威的力量吗？想不到这个胖子才是本次招亲的黑马呀！麦迪奇家竟然派出天位高手参加比武，真是出乎意料啊！哎，老三，那大叔不会死了吧？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本来还打算用这招对付石家那3个人的，要怪只能怪他倒霉了。哼，是吗？娘娘腔，你还是先仔细看看擂台再说吧。不会吧？刚才那招的威力，可是连石存中都不见得能接得住的。想不到你也有失算的时候。哦，竟然能扛住本座的一击，不错，不错。是不是该轮到俺了？哦，你能碰到本座，就算你赢。停，暂停！你这人不讲武德，本座还没准备好呢，你就突然出手啊！那么这次，本座真的要使出全力了！或胜者，王家代表王硕。
哎，幽雪怎么样了？还没找到，估计是飞出暹罗城了。谁来救救我呀！谁来救救我呀！没想到鬼藏前辈竟然输了。比起鬼藏，现在让我更担心的是接下来的比赛。有什么好担心的？打来打去，不就还是那群人吗？眼下老四已经输掉比赛，大哥和若红小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们输了，就全盘皆输了。喂，老三，你这么吓唬我们干什么呀？大哥，骄傲轻敌乃是大忌。我就这些三脚猫的功夫，我能怎么办？你和花老二倒是本事大，你们去参加比武不就好了？干嘛还要本大爷上场？娘娘腔，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吗？三哥，对不起，都是因为小人的事才害得你们吵架。若红小弟，这并不是你的错。接下来的8强赛，或许大哥能凭武力侥幸赢得对手，但若能让大哥学会看清自我，克制浮躁之心，才会有所成长。啊！小麻雀，你是没有家了吗？你是没有家了，我是有家，却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怎会？天地元气库竟然被人打开了！要离开这里，需要连续10天汲取同一个人的内力，可是来人见到我就跑，除了我。刘大哥，昨晚的事情真是对不起，你没受伤真是太好了。嘿，就凭一群飞蛾，怎么可能伤到本大爷？风华，昨晚的飞蛾，还有你口中说的什么长老，到底是什么呀？刘大哥，这些风华不能说。那只有这一个办法吗？能让你离开梅园？风华只是个没用的瞎子罢了，没关系的，刘大哥。现在有你和小麻雀常来看，我其实已经很知足了。唉，连续10天，那岂不是要等到比赛以后了？喂，给这丫头道歉！把手拿开！哼！正好呢，本大爷心情郁闷得很，有个靶子发泄一下也不错。
乡巴佬，你以为劈坏个擂台很了不起吗？下次记得少管闲事儿。嫌你个烂黄瓜！拿开你的脏手！这里到处都是老鼠聚集的地方，充满贫穷、落后，还有蟑螂。哦，这就是白家研究的太古魔道武器嘛，真有趣。又来了头野猪，所以我才讨厌这种穷乡僻壤。哎，男子汉不该一直趴在地上。大叔，小兄弟，没事吧？刚才还可以，现在就不好说了。别放在心上，白家的激进派平常都是这么嚣张跋扈，俺也看不顺眼。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些人对本大爷恭恭敬敬的。小兄弟有志气啊！大叔，刚才真的多谢你了。作为回礼，我请你去大喝一顿，怎么样？啊，抱歉了，小兄弟，等下次再跟你喝个痛快。还真是个自来熟的大叔啊！好啦，小鬼，别伤心了，不就是一个烂风车吗？这是我阿娘刚给我买的生日礼物。好了好了，算本大爷倒霉。走，我再给你买一个去。啊！嗨，这位仪表不凡、英俊潇洒的大爷，帮忙光顾一下生意吧。那个，你这儿有没有给小鬼玩的玩具啊？当然有，这些您随便挑，我敢保证，这是整个暹罗城里最好的。是吗？我看看，都是些普通玩意儿，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喂，小鬼，你想要哪个啊？好好，那就这个。哦，大爷，您可真有眼光。这个风车可是百年古物，当年三贤者中的星贤者就是用它的。少来，一个烂玩具还敢扯什么来头？本大爷的钱可不是那么好骗的。5个铜币，爱要不要？这，您还真是慷慨。给。谢谢大哥哥。啊，对了，这位大爷，看您柔情满面的，肯定有心上人了吧？女孩子家的都爱美，您买盒胭脂送她，定能讨她欢心的。这个胭脂盒也不错，就当做那个破烂玩具的赠品送给我好了。啊，5个铜币你还想要赠品？你是强盗啊？说对了，本大爷就是强盗，还是强盗头子。现在抢到你了。哎，老头儿。啊，初见面时是强盗，现在还是强盗。袋子里的钱就是本大爷的全部家当了，爱要不要？阿仁，我们该回家了。太古魔道院的科研产物被当成地摊货，这下就快要变成笑话王国了。老头儿，今天你得好好给我讲讲，那天那个内力生火，我是怎么做到的？哎，不急，不急，先喝痛快了。急，我急呀！哎呀，老头啊，外面的世界
好难啊！原来在山里一直以为自己还挺厉害的，没想到出来混得这么窝囊。哎呀，觉得窝囊好啊！你说说，你为啥觉得自己混得窝囊？来暹罗之前，本大爷以为自己是这个，结果呢，来暹罗之后，跟那些7大家族的高手比，结果我是这个，还天天被花老二那家伙看不起。去他的花老二！小兄弟，你那种打法当然不行。你那种独特强横的内力，要配合特别的内功心法才能发挥出威力。就你那种9流的吐纳术，哪能控制住你体内的强横内力啊？哎呦，那该怎么办？练呀！想办法找到配得上你内力的内功心法。然后啊，你要一步一步修炼对内力的控制，不依赖于刀本身，而是把内力做到收发自如。当你的内力可以自由用在身体的任何地方，然后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跟我学了这么多天剑法，到现在打个喽啰还这么吃力。不是所有人生下来就是天才的。若红小弟比初次相遇时进步甚多呀。况且，若红小弟的对手可是大雪山的精英杀手，一时间难以应付也是情有可原的。哼，其他家族的选手皆是一招结束战斗，再看看我们这边的3个废物，一个只会用蛮力的猴子，一个装神弄鬼、侮辱武道的胖子，还有一个愚不可及的木头。哎，对了，三哥，您不是一直跟那个青楼联盟有联系吗？那为什么不拜托青楼的人给我们放水啊？这个嘛，听说青楼这次本来没打算参与招亲的，一个大雪山的杀手为何会代替青楼参赛？这其中的渊源恐怕就不得而知了。看来胜负已分了。哼，16强都赢得这么艰难，到了8强，还不一刀就被人给宰了。终于这16强就剩下3个名额了，我看这青楼联盟是来陪跑的吧？哼，要我说，青楼联盟的代表才是最厉害的。你们看他那一袭略微紧身的黑衣，将完美的身材展露无遗，乌黑的秀发像绸缎般光滑，每次手起刀落，没有半点多余动作。棱角分明的面具下，一定藏着一张冷酷英俊的脸庞，真是爱死他了。终于，我们的16强进行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现在场上剩下的2个晋级名额究竟会来自哪个家族呢？是来自青楼联盟的神秘杀手，还是来自中土皇城的十字世家的石存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看来大哥的对手就是那稷下白家的白夜行了，真是个棘手的对手。有什么棘手的？都是些废物。对，有什么棘手的？看本大爷打了他们妈都不认识。你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凭你耗尽内力，站着晕倒吗？你睁眼看看，凭你那点功夫，场上这7大家族的高手，哪个是你能打赢的？二哥对大哥还是要有点信心啊。老七，加油啊！要是输了，义父肯定饶不了你的呀。哼，对付这种小喽啰，我怎么可能会输？哼！大雪山的杀手早已修炼得百毒不侵，凭你区区蛇毒，根本就是班门弄斧。就这种小伎俩，这就是义父送给老七的秘密武器吗？有意思。我劝你最好别动。白骨锁心剑一旦沾上你的鲜血，就会自动锁定你的心脏。你动得越激烈，死的就越快。叫啊！刚才那股劲儿呢？差不多可以收尾了。对不起。获胜者，12号选手，来自中土10家的石存和。石存和这混蛋，真是一点武道精神都没有。哼！唉，石家家主为了这次比武，果然准备得十分充分的。下面进行的是16强赛的最后一场对决，87号，来自魔法科技城邦稷下，白家的白夜行选手。而他的对手是183号，财力号称7大宗门之冠，麦迪奇家的兰斯洛选手。唉，老大遇到白家人，算是抽到下签了。鬼藏前辈何出此言？若红小弟，你这就孤陋寡闻了吧？白家的稷下可是源自2000年前便已建立的文明古国，
他的王都稷下城所设的太古魔道研究院，专门研究太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武器，研究成果在大陆那可是首屈一指啊！一切就只能看大哥自己的造化了。第一发，三发，什么？大哥，您莫非与白家那位已经动过手了？怎么了？那家伙除了他手里的那把奇怪武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唉，大哥能在他那把火铳下平安归来，你这体质也算是胜过常人了。火虫是个什么动物啊？打在我身上可疼了。这个嘛，以大哥您的聪明才智，恐怕一时半会儿很难理解。哦，老三，你什么意思啊？不过嘛，6发，只要你能躲过那把火铳发射出的6发子弹，大哥，您就有机会。就有机会打赢他。不是吧？老大要赢了！不愧是兰斯洛前辈，就连白家的人也不是他的对手。这白家人手里拿的什么武器，竟然能把麦迪奇家人的刀劲都给吸收了？就是啊，这麦迪奇家的选手可是一刀劈烂过擂台的呀！哎呀，这白夜行竟然还藏了这一手，老大这次可糟了。这是魔法，可是我记得这次规则是不允许使用魔法的呀。唉，稷下的女王自白家丽雅继位以来，就分裂成了善用白魔法的和平主义派，以及提倡开发太古魔道武器，从而称霸世界的激进派。激进派为首的正是白家旁系的白天行与白夜行。三哥的意思是，白夜行刚才使用的不是魔法，而是太古魔道的武器。准确地说，白夜行用的是经过白家几千年来研究改良过的武器。毕竟太古魔道武器威力过于巨大，随随便便的一剑就可以轻易地毁灭一座城市了。哼，娘娘腔，你还真是见多识广。花二哥过奖了，当务之急，你我二人还是做好随时保全大哥性命的准备吧。乡巴佬，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白家太古魔道的厉害。厉害，你个烂货！谁准你？这蟑螂打断我！说话了！击中这只蟑螂体内的子弹，是用一种可以吸收一切能量的特殊金属所致。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们这群乡巴佬把能量称之为内力。这枚戒指是我最杰出的作品，它可以幻化成吸收一切能量的防御装置。就凭这只蟑螂的攻击，
是不能将它击破。哼，蟑螂的生命力果然不可小觑。乡巴佬们，臣服于太古魔道的力量面前吧！这就是太古魔道的力量吗？这白家人根本没有弱点呀！要去终止比赛吗？臭猴子，你给我起来！今天你要是敢输给这个白家的，本大爷把你浑身的毛全都给拔光！哎呦，这看来不需要我们出手。大哥这人虽然没有什么优点，但论骨气，是不会输给在场所有人。说的直白点儿，就是老大抗揍呗。你这疯狗，吵死了！等本大爷收拾完这个苦瓜脸，再来收拾你。这才有意思啊！这小子竟然还有力气反击啊！这种自愈能力，难道是……喂，苦瓜脸，干嘛一副便秘的样子？不是你说的吗？蟑螂的生命力很顽强。不可能，不可能！这小子会我白家的以太不灭体，难道是那个贱人？可恶！想打败这苦瓜脸，必须先要解决掉这家伙的盾牌。机会！开什么玩笑！禁止太炎院外私自研发太古魔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女王今日通过国会刚颁发的命令。大哥，我不甘心。现在时机还未到，我们还需要忍耐。不，只要让那群乡巴佬知道太古魔道的厉害，国会自然就会同意我们继续研发。说的没错，眼下就有一个向世人展示太古魔道的好机会。我在，这蟑螂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能量？苦瓜脸，你还有什么新花样？接下来你就死了！只要破坏了心脏，就算是以太不灭体也救不了你。获胜者87号白家白。喂，苦瓜脸，本大爷还能陪你再打一整天。这个胭脂盒本来打算送给风华的，想不到竟然救了我一命。这是太炎院的。内力终于耗光了，跟你这苦瓜脸打，还需要用内力吗？你这该死的蟑螂！怎么办？还有什么办法能打败这苦瓜脸？对，就是这种感觉。这个招式好像是王大侠教给我的剑招，但又有些不一样。
进反。区区一只蟑螂也敢看不起我！迄今为止，遇到强敌，总会有人助我脱险。这次，本大爷想靠自己的双手赢下去。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就像大河之水得天上，千里奔流，不复回。区一只蟑螂，怎么能打赢太古魔道？稷下客，武炼图，将进酒，杯莫清。剑舞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区一只蟑螂。总是这个样子，天才也好，白痴也罢，和非常理的家伙在一起，事情总是不照计划来。这朵莲花，它使的是青莲剑歌。青莲剑歌，那是什么玩意儿？这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是那个人的绝学？你一会儿去。本轮获胜者183号选手麦迪奇家的兰斯洛。诸位，经过数日的武斗，16强赛已经落下帷幕。让我们恭喜晋级的8位少侠！接下来的8强赛，我们将会在7日后举行。在此之前，由我代替东方家主宣布8强赛的分组结果。8强赛登场的第1位是在本次比武中每场均是瞬间结束战斗的少侠石家的石存信，而他的对手是每场比武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惊喜的来自麦迪奇家的兰斯洛少侠。大哥，怎么了？我们该走了。哎，分组已经结束了吗？若红小弟要和谁打？花风兰。对于若红小弟来说，分组的结果已经算是上签了。至于大哥嘛，我教何老四小伎俩，在石存信面前恐怕不会管用。不如大哥这7日就陪着若红小弟一同跟着花二哥学习剑法吧。切，娘娘腔，能教的我都教了，剩下的就只能靠他们自己了。用不着，本大爷会用自己的方式变强。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帖子啊？我懒得解释了。托阁下的福，我们现在变成暹罗城中的名人了。2位还立即有了饭局。方才东方家送来请帖，说东方玄虎想请你们吃个饭，亲近亲近。
不会吧？那家伙要请我们吃饭？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怎么配去啊？你们可不是小人物啊！东方家邀请的是麦迪奇家代表花家旁支，在中土拥有偌大财势的富家子弟花若红公子和他的从人兰斯洛，绝没有人敢小觑你们的。富家子弟，反正都是冒充，干脆冒充个大有来头的，岂不是更好啊？喂，老三，这能行吗？这枚落英银印，你拿着。若是对方查问身世，就亮出印鉴；问起家里状况，就一律胡扯。若被问起为何会使青莲剑歌，到时就仰天大笑，再找机会告辞开溜。说到这个，我就奇怪，那个青莲鬼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一堆人要问我？前辈不知道吗？那绝招是李……快走吧，时间不多了，别让人多等。那好吧，正好本大爷也饿了。王大侠，花老二，我们要去吃席了，你要不要一起来呀？小心有命吃，没命回来。哎，你就是羡慕。哼！超时勤务，辛苦二哥了。小弟呢，刚好沏了一壶新茶。娘娘腔，我现在开始怀疑你别有企图。别那么多疑嘛，人一多疑就会老得快。今晚我家公子会送证明我们身份的信物过来，到时候麻烦二哥顺手帮忙收一下吧。哼，你的意思是，堂堂麦迪奇家的家主序列物会为了你一个门客，亲自前来暹罗送身份证明？我的好三弟，你的面子可真不小啊！哼，花二哥说笑了。序列物公子此次前来，自然是另有目的的。那为什么要我去收？你与我家公子是旧识，几年不见，二位一起叙叙旧，岂不美哉？另外呢，到时候公子爷还会赠送您一个惊喜的。惊喜？切！唉，祈祷今晚能安然度过了。麦地奇家上品门客花若红到。哇，这就是东方家招待客人的地方吗？前辈，你看，石家的人也来了。嗨，久闻东方先生大名，今日有幸得见，晚生。哎呀，这小子当是学堂念书呢，还自称晚生，真是可笑啊！俺也不懂什么礼仪，东方家主不照样也邀请俺来了吗？哈哈哈哈哈！花仙子温文有礼，必是麦地奇家的高才。你父亲花奇玉，老夫慕名已久，他在中土的丝绸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再有这么出色的儿子，真是花家之幸啊，麦地奇家之幸。多谢东方前辈称赞。贤侄的这位护卫，
仪表俊朗，果然是英雄人物。连续2次出手，技惊全场，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好啊！多谢东方前辈称赞。既然有客人一句，那让我们一起举个杯吧。大胆贼人，竟敢拦截九龙御车！我最讨厌和废物说话，快把东西交出来，别浪费时间。惊扰了主人，你是死罪！弘毅阵法，能破我衣衫，果然是好阵。大家不要轻敌，他一人之力终究难以与我们4人抗衡。我兴致到了，就此收手吧。怎么会？组阵以来无人能破的弘毅阵法，竟然抵挡不住他的一道剑气！是他。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你们快走！小辈们，我看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姐姐，你没事吧？若非家主出手相救，恐怕今晚我就要命丧于此了。随便胡扯几句，准备开溜了。啊？现在就要走吗？饭菜咱们也没吃几口，这样做会不会很没礼貌啊？礼貌跟命，哪个重要啊？花家公子花风兰到！压轴戏总在最后，重要的客人也是。完了，花家的人要是知道若红小弟的真实身份，之前抢亲了旧账，再加上冒充麦迪奇家使者的新账，今天真是要了命了。这位想必大家早已结识，花字世家的花风兰公子，你们亲近亲近。我靠，
这老家伙还故意冲着我们介绍，怕不是有意要挑起矛盾吧？这2位就是麦迪奇家的上品门客。五师兄，分别数年，您的面色康健如昔呀。哼，几年不见，你穿衣服的品味又变了。当然，这套衣服可是稷下的无忌公子赠送于我的，据说传自西面大海对岸的国度，简称西装。我觉得这和我很配，以后都穿这东西了。这么好看的衣服，那么俗的车子就不配我了。上个月我向无忌公子重金订购，托他们太古魔道研究院弄辆机械车给我，以后出门就更风光了。九龙玉车可是你麦迪奇家的象征，说换就换，一点都不可惜吗？在我看来，勇于尝试新事物，一个家族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2位公子，可以用茶了。啊，我与师兄要在这里赏月畅饮，你们先下去吧。是。师兄，请尝尝看。我这次微服出巡，一切力求简便，虽然没有金龙台那么好，但仓促之间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乘着九龙车，4大护法随行，足以轻易踏平半个暹罗城的武力，也叫做轻装简便吗？可是，足以轻易踏平半个暹罗城的武力，却连师兄您的一剑都接不了。五师兄果真万夫莫敌呀！时间好快啊，距离您与师尊的决战只剩1年不到了。您这样的实力，届时决战一定很精彩，让我好生期待呢。姐姐，他就是那种奇特的银发，普天之下除了月行者陆游，就只剩下那个人了。初次交手时，想必他是用了某种压抑武功的秘诀，才会在红衣镇里吃到苦头。能接下他的剑招，普天之下，除了家主也为数不多了。哼，说起来，我也算做了不少帮你对付石家的事情。我不喜欢被人利用，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死在我的剑下了。真的是多谢五师兄了。本来我亲赴此地是为了让石家摔得鸡毛鸭血，但现在既然有五师兄在，我就不用花这多余心思，这就又可以去游山玩水了。哼，不必谢我，要谢就去谢你的好部下吧。部下？哪一个？一个和你有同样笑容，叫做元武郎的娘娘腔。这个人是谁呀？花儿哥，您这是又要唱哪一出？只顾问。花儿哥，有账回去再算吧。眼下还请顾全大局，速去东方家搭救老大和若红小弟要紧。娘娘腔，我说过，若你再耍小聪明，我的下一剑会结结实实的刺进你胸口。在下花风兰，两位幸会了。久仰久仰。麦迪奇家做事一向大排场，两位这般寒酸，不像是贵派一贯作风。我瞧花公子面生得很，
不知在我们花家怎么称呼啊？哎，东方前辈，这年头卑鄙小人很多，随便蒙个脸送张拜帖就胡吹自己身份。您老人家宅心仁厚，可别被这些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给骗了呀！不会吧？麦迪奇家那是何等威名，怎会有人胆敢冒充？花贤侄，你说呢？招摇撞骗之人的确不少，但恶意诽谤的无耻之徒却更多。东方前辈，您可得小心啊，别让某些人的污言秽语脏了您的耳朵。你拜帖可以有假，这枚麦迪奇家的落英银印可不会假。诸位不妨睁大眼瞧瞧。啊，哼！你这落英银印看着味道不错呀。怎么会这样？那枚印记跑哪儿去了？这位贤侄，你这是在戏弄老夫吗？我不是。落英银印在我这里。果然是落英银印不假，只是银印上也没写名字，何能证明主人是谁？就是，说不定是你们偷的。偷？偷你个烂黄瓜！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东方前辈面前当众行凶！各位，此人一再辱及我麦迪奇家，今日本大爷就借东方家厅堂，好好教训一下此贼，让天下人晓得我麦迪奇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什么麦迪奇家？你分明就是刘！你这玩什么呢？还敢胡说八道！哼！这小子真是麦迪奇家代表，想在暹罗城浑水摸鱼，我东方家的便宜也没那么好占。谢了啊，大叔。花公子，我的拳头可不睁眼。野蛮！好烫，身体好像被火烤一样。东方家的，你这是有何指教？方才老夫收到序列物的亲笔信件，信中表示会有使者持正式信物参赛。若你拿得出证明，老夫便信你是麦迪奇家的使者。那枚银戒指就是信物，你还想让本大爷再拿出什么？这小子的内力，竟然与我东方家的乾坤大日心法如此相似。小子，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麦迪奇家的门客，可老夫从未听闻麦迪奇家的门客会用东方家的内功心法，还会使那青莲剑阁。什么狗屁青莲剑阁？这小子是在装傻吗？青莲剑阁是那大煞星李煜的独门绝学，倘若与李煜扯上关系，那比麦迪奇家正式向东方家宣战更可怕。不过听这小子口气，看来是与那大煞星无关。但乾坤大日心法，难道这小子跟日贤者有什么渊源？
哦，既然你想装傻充愣，又没有什么其他证明，那老夫只好请你在毕府多住几日了。谁说没有证明？这是落英金印。没错，这个证明够吗？王大侠，糟了，贵藏前辈嘱咐过，在外面有喊花大侠的。王大侠，王佑君，你怎么才来啊？啊！白夜寺骑士的银骑士王佑君，此人是花风流也罢，王佑君也罢，他拿出落英金印，就代表着序列物亲临，这面子要给。啊哈哈哈！王大侠久仰大名，今日得见银骑士风采，真是让毕府蓬荜生辉呀！哼，不敢当。东方家主过誉了，那边2个小子还不过来赔罪？东方家主，王某前来是受了六师弟之托，专程来给他们作证的。六师弟，月贤这路由7大弟子中，王佑君排行第4，序列物排行第6。若是序列物亲自委托王佑君来暹罗帮麦迪奇家对付石家，就不难理解了。落英金印是每代麦迪奇家主随身携带的信物。我六师弟多年来从不离身，如今他托付给了王某，这个够不够证明他们身份？够了，够了！哎，看来序列物公子果然和王大侠您情同手足啊！今日是老夫失态，还请王大侠和2位贤侄不要见怪。既然误会消除，还请3位赏脸，一起共进晚宴。东方家主的好意，王某心领了。看来这2位小友已经惹了不少麻烦，今日就不多叨扰了。告辞。告辞告辞。哎呀，王佑君，等等。想来大哥和若红小弟已然无恙了。花二哥，我这条贱命，你随时都可以取走。只是您此刻再不前往东方家搭救若红小弟，恐怕又要上演爱而不得的悲剧了。花二哥，我会备好美酒，等你凯旋归来，到时会给你一个满意答复。蓝斯洛老大与若红小弟的性命就在你手里了。我说娘娘腔，咱们认识也快1个月了，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一刻，我突然发觉自己好像完全不认识你？哼，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又有谁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呢？像这种熟人忽然变成陌生人的例子，花二哥想必不陌生吧？哼，你这人实在有趣，就这么杀掉太可惜了。要是耳朵突然清静了，我反而会有点不习惯了吧。序列物那小子说，不久前有人抢了他手下的信物，还拦截了东方家举办招亲的情报。对于此事，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补充的？元五郎
初次见面，往后请您多多指教。哼，初次见面嘛，新朋友。也许现在你我用的未必都是真名，但那又有何妨，是吧，花儿哥？哼，不过新朋友啊，既然麦迪奇家的身份已经穿帮了，这一次你对自己的身份有什么解释呢？花二哥认为平凡如我会有什么出身背景呢？我猜不出，你这娘娘腔武功路数太匪夷所思了。不仅熟知白鹿洞的独门绝技，甚至还通晓一些早已在九州大战时失传的武功，又会魔法密咒。你还是自己公布答案好了。其实我就是。你是想问我那晚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吗？那晚柳大哥说的话我很开心，但又感到害怕。倘若长老们知道此事，恐怕会对柳大哥不利，所以我选择了逃避。我想如果不再见他，就不用面对这种困惑了。我对柳大哥他，即便柳大哥他要帮我，也要等他打完比赛。老夫宣布，比武招亲8强赛正式开始。嘿嘿，臭猴子，这次可算是有机会让我可以跟你好好的打上一场了。哼，你这条疯狗还是这么有精神啊！